我魂穿成巨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路边强行拐来一条小母蛇，然后美美的体验了一番蛇类繁衍的爽感。然而仅仅3秒钟我就慌了，只因我发现我拐来的这条小母蛇，竟然是统领东海10万水军的龙宫女帝转世。此时小母蛇正舔舐着被我粗暴的动作弄出的伤口。本宫乃龙宫女帝，没想到竟被这孽畜玷污了清白，待本宫恢复修为，定要将你抽筋扒皮。小母蛇虽然没有开口，但我却能听到她心中所想。我当场石化，搞半天这条小母蛇也是个重生者，还是堂堂龙宫女帝。回忆起刚才那番强取豪夺，我后背直冒冷汗。看她那副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的样子，等她恢复了实力，我怕是死路一条。正琢磨着要不要斩草除根，脑海中突然叮的一声，逆袭成仙系统绑定成功，获得能力100倍返还，只要给绑定对象送机缘，自身便可获得100倍修为。我欣喜若狂，金手指终于来了。系统提示：绑定对象慕容婉歌，龙宫女帝，重伤濒死。我猛然回头，直勾勾盯着洞口的慕容婉歌，宛如盯着一件稀世奇珍。慕容婉歌触及我的视线，娇躯不受控制的微微发抖。随着我巨大的蛇身向洞口逼近，她在心底绝望怒吼：这无耻的孽畜还想干嘛？堂堂女帝自然知晓蛇性本淫，若再受一次那种奇耻大辱，她宁可自尽。她死死咬住牙关，已然摆出玉石俱焚的架势。谁料我连个眼神都没多给，径直掠过她，游向了深山。她的心声我听得一清二楚，不过我可是个单身20年的纯爱战神，哪下得去手干第2次？再说了，刚才我意识还没彻底觉醒，那破事根本就不算我干的。我在密林里飞速穿梭，顺便消化原主记忆。眼下当务之急是抓紧修炼，早日化作人形。等我再次折返洞口，嘴里已经叼满了猎物。见我逼近，慕容婉歌本能的缩成一团。她刚才显然试过逃跑，可惜伤势太重，寸步难行。瞥见我带回的鲜肉，她喉咙微动，咽了咽口水，却死要面子，硬是不肯低头起食。看她那傲娇样，我本想逗逗她，但转念一想，这棵摇钱树要是饿死了，我找谁哭去？我干脆利落的将一头棕熊甩到她面前。慕容婉歌满眼错愕，饿极了的她终究败给了生存本能。本宫暂且去尊吃一口，等实力恢复，定要洗雪今日之耻。紧接着，她张开血盆大口，狠狠撕碎了熊肉。听着这倒霉娘们的心声，我满头黑线，吃我的喝我的，还惦记着抽我的筋。要不是为了系统奖励，我早跑路了。没过多久，系统提示音疯狂刷屏，恭喜宿主触发100倍返还，获得危险感知、超级嗅觉、一牛之力。我火速换出面板，10几种崭新的神通赫然在列。我暗自啧舌，女帝就是女帝，随便吃口熊肉就能提供这么多反馈。我毫不犹豫，又将一头麋鹿丢到她跟前。慕容婉歌正飞速炼化着腹中血肉，伤势肉眼可见的好转。见我又来投喂，她干脆放下架子，大快朵颐起来。听着脑海里仙乐般的提示音，我简直要笑出猪叫。往后3天，我化身无情的打猎机器，带回的猎物大半全进了她的肚子。如今慕容婉歌的鳞片熠熠生辉，体型暴涨得快与我齐平，隐约还能透出一股骇人的威压。她恢复的越猛，我越是狂喜，毕竟我才是那个薅羊毛的终极赢家。借着返还，我早已狂揽近100种神通，战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把新鲜猎物丢到慕容婉歌面前，我正要盘点收益，系统突然提示：叮，检测到绑定对象心境改变，亲密度+1，神通合成开启，亲密度为0则解绑。我眼神一亮，火速将攒下的神通全部融合，合成成功，获得灵品神通百兽之王。刹那间，我10几丈长的蛇躯急剧膨胀，肌肉虬结，气势骇人。体会着体内爆炸般的力量，我化作一道流光，狠狠撞向不远处的小山头。轰的一声惊天巨响，整座山体竟被我硬生生撞穿。而溶洞内的慕容婉歌，经过3日的休养，也积攒了不少底蕴。她眸光闪动，露出一抹孤傲的冷笑：贼老天，你百般算计想灭我龙族又怎样？本宫照样杀出了一条生路。就在此时，外头的惊天巨响让他呼吸猛滞，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而来。难道是追杀本宫的天兵到了？他浑身紧绷，如临大敌。可一抬头，却看见一条粗壮的银白巨蟒傲然盘踞在碎石之上。怎么会是这孽畜？慕容婉歌竖瞳猛缩，满眼骇然。他做梦也想不到那恐怖的动静竟是我弄出来的，这等破坏力绝对已经堪比灵种大妖了。他清楚地记得，我本来不过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凡蛇，短短3天怎么可能脱胎换骨？忽然，他目光一顿，死死盯住了我额头鼓起的犄角，顿时恍然，原来体内藏着龙族血脉。不过也罢，且让你先得意几天，等本宫重启龙族传承，碾死你犹如碾死一只蚂蚁。想到此处，他又无奈暗叹，只是重修功法急需妖族内丹辅助，以本宫现在的状态，实在棘手。他却不知道，这番谋划早就被我听了个一字不漏。我玩味地看向慕容婉歌，心中盘算着，看来为了继续刷经验，还得想招帮这娘们弄点妖丹来。被我直勾勾地盯着，慕容婉歌心里一阵发毛，暗骂道：死淫虫，看什么看？别以为突破灵种，本宫就会怕你，早晚有一天要把你踩在脚底摩擦。我摇了摇头，没想到来到了异世，竟然还要给这种人做牛做马。吐槽后，我转身朝着密林深处而去，没过多久便抵达腹地，灵气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吸吮着。突然，一声尖锐鸟鸣划破长空，一只大鸟如利剑般朝我俯冲，我赶忙扭动蛇身闪避，砰！大鸟一爪抓碎了我刚盘踞的巨石，我头皮发麻，这要是抓在身上还不得断成几截。一击落空，大鸟再次振翅扑杀，叮！偶遇2阶妖兽捕蛇鸟，将其妖丹赠予慕容婉歌，可获特殊奖励。系统提示音让我眼前一亮，但看清对手后心又凉了半截。听名字就是天敌，硬拼纯属找死。我当机立断，飞速逃向不远处的树藤区。捕蛇鸟尖笑着紧追不舍，刚冲到树藤边缘，它再次俯冲，这次我没躲。等它逼近的瞬间，猛地侧身，它扑了个空，直接一头扎进错综复杂的树藤里，瞬间被死死缠住。它越疯狂挣扎，陷得越深，很快便动弹不得。我立刻催动百兽之王的神通逼近，在这股恐怖威压下，
他甚至忘了反抗。我张开血盆大口，咔嚓一口咬下他的头颅。叮！恭喜成功猎杀2阶妖兽，奖励龙鳞1枚，1枚坚不可摧的龙鳞浮现。我心念一动，将其护在7寸心脏处，免得哪天被那女帝给暗算了。随后我叼起鸟尸原路返回，途经一处浓郁的灵气源头，竟是一潭升腾着白雾的湖水，灵气化物，绝世重宝。我激动的正要惊呼，一股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一道水柱冲天起，瞬间轰塌了远处的参天大树。我连头都没敢回，吓得疯狂逃窜。这气息强得离谱，现在的我根本惹不起，一路狂奔回溶洞。我迫不及待地将捕蛇鸟扔在地上，用头拱了拱，示意慕容婉哥吃掉。他警惕地盯着鸟尸，眼中闪过惊骇。这孽畜竟能捕杀2阶妖兽，还把带有妖丹的猎物让给本宫。他小心翼翼地叼出妖丹，却迟迟不敢吞咽。我在一旁暗自腹诽，有好东西还不快吃，防贼呢？便冷漠地转头回了原位。见我走远，他这才仰头吞下妖丹。不久后，他睁开双眼，伤势已然痊愈。他狐疑地盯着我，他单纯只是让本宫疗伤，还是拿本宫是赌？总不能是想当龙骑士吧？算了，日久见妖心。听到他的心声，我暗自冷哼，你倒贴我还不乐意呢。叮！绑定对象服下妖丹，亲密度加1。我一阵无语，吃颗2阶妖丹才加1，这女帝防备心也太重了。没等我吐槽完，体内气息陡然暴涨，恭喜宿主晋级1阶妖兽。我的体型瞬间暴涨数倍，充满爆炸性的力量。天哪，他啪了一会就成1阶妖兽了。慕容婉哥瞠目结舌，对比之下，现在的他显得娇小无比。我嘴角上扬，小样，还不迷死你！可他接下来的心声差点让我原地摔跤，变得这么大，万一他要用强的，本宫怕不是要爆体而亡。我猛地立起半身，无语地瞪着他。这是堂堂女帝能说出的虎狼之词，他也不甘示弱地回道：区区一条灵种也敢瞪本宫？不过在体型压制下，他这副张牙舞爪的模样反倒显得有些可爱。我懒得跟着傲娇母蛇计较，趴下继续闭目养神。肯定是怕了本宫。他得意地想了想，又暗自下定决心，他的进阶速度太快了，下次出门本宫必须跟着，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奇遇。休息片刻后，我动身出洞，为了照顾小跟班，我刻意放慢了速度。谁知慕容婉哥拼命爬也跟不上，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咬牙，等本宫重返巅峰，非要找条绳子遛你，竟然还敢骂我！我二话不说，立刻提速，眨眼间就把他甩开数百米。跑这么快赶着投胎啊！他气得停在原地，准备折返。就在这时，我折返回来，高高在上的俯视着他，尾巴一甩，示意他上来。你允许本宫跟着？他瞪大双眼，我再次不耐烦地拍了拍尾巴，他这才不再犹豫，迅速爬到我背上，带着他一路疾驰冲进密林。我毫无保留地释放出1阶妖兽的气息，瞬间引来了猎物，伴随着一声狂暴的咆哮，一只1阶黑猩猩荡着树藤飞扑而来。慕容婉哥吓得瞬间弓起身子如临大敌。没等黑猩猩落地，我已张开血盆大口迎面扑去。黑猩猩被激怒，挥起铁拳朝我猛砸，我灵活扭头避开，顺势缠上他粗壮的双臂。死吧！我用尽全力挤压黑猩猩，骨骼碎裂的声音不断响起，甚至连他的眼球都快要被挤压的爆出来了。我用尽全力，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才将这头1阶黑猩猩彻底绞杀。巨大的尸体宛若小山丘般轰然倒地。这小子战斗力如此惊人，慕容婉哥心中炸开了锅，表面却强装高冷。同为1阶妖兽，竟然能一招毙命，不错，有这份实力，本宫勉强收他做个擦皮鞋的。听着他的心声，我不屑冷笑：小样，哥迷不死你，哥这种带系统的蛇，配你800条街都多余，还擦血？以后留着擦枪吧。我将猩猩尸体勒爆，分作几节，示意这小脆蛇吃下里面的妖丹。这泥鳅又想干什么？不是试毒，专门弄给我修炼的。慕容婉哥愣了一瞬，心中泛起涟漪，这泥鳅真这么好？怕不是要哄骗本宫给他生孩子吧？莫非这是嫖资？算了，先壮大实力再说。最终他没扛住诱惑，一口吞服而下。我翻了个白眼，被彻底无语到了。吃就吃，内心戏真多，女人心海底针，变态妞。叮！慕容婉哥服用1阶妖丹，恭喜获得除神技能。我顿时傻眼了，看了一眼自己的蛇身，老子连手都没有，当哪门子除神？算了，攒着以后合成神通吧。随后我又轻松斩杀了一头1阶黑狼。当慕容婉哥吞下第2枚妖丹后，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叮！系统提醒，慕容婉哥还差1枚2阶妖丹，便可成功进阶为1阶妖兽。我猛地抬起头，大惊失色，什么？2枚1阶加1枚2阶？这是什么消耗法？老子养不起啊！与此同时，慕容婉哥吸收完妖力，气息大涨，站在我头顶得意洋洋。服下这3枚妖丹，本宫实力大增。这泥鳅办事不错，日后勉强赐给他一个狗腿子当当。听闻他一口一个泥鳅，我顿时火冒三丈。老子拿你当干女儿养，你拿我当狗腿子使唤，这也忒孙子了吧！我冷哼一声，鼻孔喷出白雾。行，好心当成驴肝肺，我必须得卡一卡你的妖丹。不知不觉间，我们又来到了那处灵潭附近。上次没入品阶没打过，这次我到了1阶，正好一雪前耻，好充沛的灵气。要是每天在这修炼，必定1日千里，感受到久违的灵气。慕容婉哥疯狂吸收起来，心中催促，这小泥鳅最好赶紧带本宫去灵气最充沛的地方。听到头顶的窃窃私语，我嘴角上扬，还1日千里，你不是不让吗？还骂我泥鳅，待会我吓死你！眨眼间，我大摇大摆地冲向灵潭，刚一靠近，原本平静的水面突然像沸水一般剧烈翻涌起来，咕咚咕咚，一道恐怖的杀机瞬间锁定了我。不好！我头皮发麻，猛地掉头，爆发全部实力狂逃。轰！就在我转身的瞬间，一道水桶粗的水柱冲天而起，精准砸在我刚才的位置，砸出一个深坑。好险！我心脏狂跳。叮！偶遇3阶妖兽金蝉，我一边狂飙一边回头，只见一头浑身疙瘩的屎黄色金蝉，正用一双车轮般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我擦！3阶屎黄色癞蛤蟆！我亡魂大冒，拼命逃窜。
轰！又是一道水柱无情地砸中我的腹部，巨大的剧痛席卷全身，我疼得满地打滚，却依然咬牙继续狂逃，直到跑出大老远，我才敢停下来缓解疼痛。紧紧缠着我的慕容婉哥也终于缓过神来，一脸后怕。该死！刚才本宫竟然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得亏泥鳅跑得快，不然本宫就死在那了。堂堂一介女帝，竟被一只癞蛤蟆吓得不敢动弹，这让她眼中燃起浓郁的杀气。臭蛤蟆，你给我等着，老娘迟早弄死你！慕容婉哥愤怒地发出誓言，恨不得当场扭头杀回去。老娘迟早弄死你！臭癞蛤蟆！堂堂女帝，至高无上的龙族之王，竟被一只癞蛤蟆逼得如此狼狈。对慕容婉哥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仇恨值瞬间超越了远在天边的天庭。短期内弄不死天庭，还弄不死你区区一只癞蛤蟆吗？他暗自发誓。听到他的心声，我举双手赞成，加油啊，女帝！我期待你弄死他，最好这变态妞能自己修炼成大佬，把癞蛤蟆干掉，我好坐享其成，住进灵坛豪宅。远离灵坛后，我足足休息了半天才缓过劲。1阶和3阶的差距实在太大，刚才那水柱要是砸实了，我现在肯定已经凉透了。算了，还是先去帮变态妞提升实力，让她自己去复仇吧。见识过3阶的恐怖，我也迫切想升级，但有慕容婉哥给我打黑工，谁还自己苦修啊？打定主意，我庞大的身躯立刻在密林中飞速穿梭，怎么连只2阶妖兽都找不到？找了半天，周围全是不敢上前的低阶小妖。慕容婉哥也被气得不轻，一言不发地盘着身子疯狂修炼。突然一声震天虎啸穿透密林，狂风大作，这声音仿佛能直接攻击灵魂。老虎来得正好，听动静应该不是3阶，我憋了一肚子火，正愁没处发，顿时跃跃欲试。慕容婉哥却如炸了毛一般，瞬间放弃修炼，死死盯着四周。短短几个呼吸，一头数十丈长的斑斓猛虎出现在眼前。他忌惮我庞大的体型，并未贸然进攻，虎视眈眈的眼中却满是贪婪。是山君！糟了，这是一头2阶妖兽！慕容婉哥惊呼出声，暗道不妙。丁，偶遇2阶妖兽，山君！检测到慕容婉哥正缺1枚2阶妖丹突破境界，请宿主加把劲。系统提示音同时响起。2阶老虎吗？有点意思。我虽是1阶，但也未尝不能一战。我迅速盘起10几丈长的上半身，打起12分精神，双方死死对峙，谁也没敢贸然出手。1阶对2阶，根本没法打。慕容婉哥心急如焚，这泥鳅对本宫帮助甚大，不能让他白白送死。他眼神一狠，竟悄无声息地滑下我的身体，在地上匍匐前进，想找机会偷袭。我余光瞥见，顿时火冒3丈。这连品阶都没入的虎娘们瞎凑什么热闹？为了不让他白送人头，我只能放弃对峙，率先出击。我身形矫健，猛地窜向侧方的大树。山君以为抓住了破绽，一跃而起，朝着我的7寸狠狠拍来。但我速度更快，刚落脚便再次跃向另一棵树。山君在半空无法刹车，一掌结结实实地拍在树干上，轰！参天大树被拦腰拍断，轰然倒塌。好机会！趁他落地转身寻找借力点的瞬间，我双尾猛蹬树干，庞大的身躯如炮弹般砸向他。山君瞳孔骤缩，仓促间张开血盆大口，挥起右臂反击，但在我绝对的速度面前，他的动作实在太慢了。死吧！我心中怒吼，庞大的蛇身猛地扑向山君侧面，企图将这2阶妖兽死死缠住。山君狂笑，张开血盆大口迎击。那一巴掌虽没拍实，但锋利的虎爪依然瞬间撕裂了我的鳞甲。剧痛席卷全身，鲜血狂涌。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老子都受伤了，你不死不行啊！以伤换命，我双眼猩红，顾不得剧痛，拼死缠住他，不断收紧身躯。老虎疯狂挣扎，回头一口咬向我的尾巴，可惜它被勒得无法动弹，直接咬了个空。我顺势一尾巴狠狠抽在虎头上，咔嚓，虎脸皮开肉绽，鲜血横飞，给我去死！我趁机发力，勒断他的后腿，随后死死缠住他的脖子。但他毕竟是2阶森林之王，哪怕重创依然拼死挣扎，仅存的前爪死死扣住大树。就在这僵持不下之际，一条翠绿色的小蛇突然窜上树梢。你该死！慕容婉哥看得心惊肉跳，毫不犹豫的一尾巴抽向老虎的前腿。虽然他没入品阶，杀伤力微弱，但这一下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老虎终于因为窒息丧失了抵抗力，重重的砸在地上。呼，终于搞定了！这森林之王就是比那傻鸟难对付的多。不知过了多久，天色彻底暗了下来，老虎终于断了气。我瘫软在地上大口喘息，腰胯部位的伤口深可见骨，惨不忍睹。这泥鳅竟然能以1阶硬刚2阶山君，甚至拼着重伤换了对方的命。不错，有了跟着本宫混的资格。慕容婉哥高冷地看着我，心中暗惊。休息片刻，我强撑起上半身，把老虎尸体卷到他面前，示意他吃下妖丹。慕容婉哥愣住了，眼中满是不敢置信。让本宫吃？这泥鳅受了这么重的伤，难道不是他最需要妖丹疗伤吗？他连连摇头，死活不肯吃。我在心里狂翻白眼，虎娘们，要不是你刚才瞎帮忙，老子说不定能无伤单杀。算你还有点良心，知道推让。推搡了半天，眼看天都要亮了，慕容婉哥见我态度坚决，这才勉为其难地服下妖丹。这小子还算不错，知道把好东西留给本宫，日后本宫重回巅峰，必定赏他无数天才地宝。慕容婉哥带着无限决心咽下妖丹，本宫势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杀回33重天，还赏我天才地宝。学什么不好学画饼？我不屑地冷哼。丁，慕容婉哥服下2阶妖丹，正在突破1阶妖兽境界，宿主触发100倍返还。随着系统提示音，慕容婉哥体内妖力狂飙，我也跟着获得了海量妖力，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修为更是直接暴涨到了1阶巅峰。正当我准备适应一下暴涨的力量时，身旁的气息突然变得极其狂躁。不好，这难道是走火入魔？我大惊失色，连忙凑近观察，只见慕容婉哥体内妖力乱窜，脸色潮红，极不正常。突然
他猛地睁开双眼，原本高冷的树瞳此刻竟透着一丝邪魅。下一秒，他如同闪电般扑了过来，一把将我死死压在身下，力气大得惊人。这变态妞想干什么？我刚吸收完妖力，还无法精准控制，生怕一发力把他震死，根本不敢反抗。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慕容婉哥已经疯狂地跟我缠绕在一起，在地上不停翻滚。我知道他要搞什么了，他特么要搞我。我双眼中满是惊恐，想要反抗却又怕对方死了，不反抗自己的清白不保。最终，身为强者的我还是选择了妥协，帮助弱者。我的清白要没了，我泪如雨下。也就是在这时，慕容婉哥风情万种一笑，缓缓向我逼近。不要啊，不要这么对我！我眼中满是恐惧与迷茫，想反抗却浑身无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走火入魔，怪不得他。再说了，也不一定是我吃亏。我像念经一样疯狂自我催眠，上次是我主动，这次该轮到我遭报应了。我不断在心中劝说自己，可慕容婉哥没闲着，属于雌性那不可抗拒的香醇气息直往我鼻子里钻，这是生理上无法避免的致命吸引。我眼神呆滞地躺在地上，仿佛在赛车道上狂飙，只能被迫享受，充分感受到了人格被侮辱的憋屈。不知过了多久，风停雨歇，慕容婉哥的眼神逐渐恢复了清明。修炼结束，他疲惫地蜷缩在地上，回过神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无尽的暴怒。又来一次，本宫要弄死你这条臭泥鳅！他不顾身体撕裂般的疼痛，满眼怒火的想要找我拼命，可一转头，却看见我蜷缩在不远处的树根旁，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小媳妇一样瑟瑟发抖。慕容婉哥愣住了，他怎么比本宫还委屈？看着我这副惨样，他满腔的怒火瞬间熄灭了一大半。明明吃亏的是他，怎么搞得好像我被蹂躏了一样？算了，不跟这臭泥鳅计较了。他沉默良久，终究叹了口气。方才本宫走火入魔，若不是他英勇现身，本宫恐怕已经爆体而亡了。归根结底，还是本宫强迫了他。刚才的缠绵，终于帮他耗尽了体内暴乱的妖力。看着我那可怜兮兮的模样，他心头竟涌起一股莫名的愧疚。别难过了，他下意识吐着信子安抚道。别过来。我探出头，充满敌意的嘶鸣。我心理上实在难以接受自己和一条蛇发生了这种事，说出去我还怎么在蛇界混啊？慕容婉哥却缓缓游上前，眼神中竟带着一丝回味，这感觉竟然还真的有点快乐。怪不得上一世那么多龙族都好色。我看着他逼近，越想越委屈，这变态妞第一次就这么主动，日后岂不是要拿皮鞭抽我？不行，我必须想办法扭转局面，翻身做主。还没等我想出对策，慕容婉哥已经靠近了我，一股冰凉舒适的妖力缓缓传遍我全身，像是在给我做战后按摩。这娘们竟然还主动安抚我，我舒服的直哼哼。罢了，终究不是他本意，这次本宫捡回一条命，他也亏损没多少。可要是他还敢索求，本宫定然让他魂飞魄散。罢了，这次就这么算了。这臭泥鳅受了伤，还把妖丹给本宫服用，念其心不坏，这亏本宫吃了。想起刚才的缠绵，慕容婉哥还有些脸红。上一世他上万年都守身如玉，没想到第二世短短几天就整了2次。好在走火入魔已被压制，他安然无恙，还惊喜地发现自己破境了。本宫终于成就一阶妖兽的境界了，力量的感觉太让本宫着迷了。慕容婉哥陶醉在强大的实力中。等等，忽然他察觉出不对劲，本宫的血脉竟然晋升了一丝。仅仅一次交尾，不仅提纯了他驳杂的凡蛇血脉，更融入了一丝灵种血脉，这对日后的断体将有巨大帮助。奇怪，这臭泥鳅到底有什么本宫还不知道的事情？慕容婉哥将目光放在那仍然抽泣的我身上，双眸中满是疑惑与好奇。能在交尾中帮伴侣提升血脉，身为万龙之首，他也觉得不可思议。本宫早晚有一日要把你的隐秘全都探寻出来。他眯着眼暗自盘算，倒反天罡，老子都这么供着你养着你，你还想把我底裤拔了？变态妞！我气鼓鼓的暗骂，做了这么多事，好感度居然没涨。不过看着他清秀的眉眼，我也冷静了下来。其实我刚才装哭装委屈，就是为了让他放下杀心。我一个公的能有什么损失？先回溶洞吧，本宫还需要稳固一下境界。慕容婉哥高冷的传音，我正有此意，刚准备起身，突然间，吼！一道狂暴的熊笑声传来，瞬间打断了我们离开的动作。我和慕容婉哥对视一眼，齐刷刷望向远处，只见一头犹如公交车般庞大的母棕熊，正带着一头小轿车大小的小棕熊狂奔而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眼中闪过一丝喜悦。一个一阶后期，一个即将一阶，正好给我俩练练手。一阶不入流，能打，优势在我。慕容婉哥同样战意高昂，果断挑了那头软柿子小熊。我俩狂吐信子，瞬间进入战备状态。母熊丝毫不惧，四肢着地狂奔而来。在他的经验里，同品阶的熊打蛇那就是纯纯的碾压。他咆哮着鼓舞小熊猛攻，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恐怖的对手。我毫不犹豫，果断主动出击。笑话，2阶老虎都死在我手里，还怕你个1阶黑熊？我和慕容婉哥兵分2路，十分默契地朝着各自的对手厮杀而去。我冲向母熊，却在半途像拔了车钥匙般猝然急刹，蛇头虽停，蛇尾却携带着万钧之力，如钢鞭般直逼母熊面门。而那头小熊也狂奔着冲向慕容婉哥，纵身一跃，妄图一口咬下他的头颅，却不料对方来了个假动作，直接扑了个空。区1阶黑熊还敢与我对抗，我心中很是不屑，但注意力全方面集中，一记扫尾打得结结实实。砰轰！那母熊先是被击中面门，倒飞而出数十米，横飞着撞到参天大树，力度之大，直接将大树拦腰折断，轰然倒塌。不愧是入了品阶的妖兽黑熊，皮糙肉厚，硬吃此等攻击竟然没死，躺在地上数十秒才踉跄爬起身来。与此同时，另一处战场亦是同样凶险，小黑熊一跃而起数米高，居高临下想要一口咬掉那绿蛇的头颅，却没成想因为战斗经验稀少，被他轻松躲了过去，让本宫和熊硬碰硬。真以为本宫也是第一次狩猎？慕容婉哥心中冷哼，不屑一顾，他存活上万年，
战斗经验无比丰富，岂是一头初出茅庐的狗熊能够抵挡的？绿蛇主动出击，张开血盆大口，2根锋利的毒牙暴露在空气中，一道晶莹剔透的毒液喷射而出，直奔那小熊双眼而去。后，毒液喷了个结结实实，小熊感受到一股剧痛从眼部传来，顿时丧失战斗能力，倒地不起，满地打滚嘶吼。本宫的毒液舒服吗？若非本宫不想与你这臭熊接触，你还尝不到本宫的毒液。慕容婉歌心中冷笑连连，他现在非常厌倦所有的肢体接触。那小熊倒地，刚爬起身来的母熊看到这一幕，瞬间牙眦欲裂，沙哑着嗓子咆哮如雷，想要过来支援，却不料我速度更快，直接在母熊支援的路上飞身而起，一头狠狠撞向它。砰！又是一记结结实实的撞击，母熊倒地不起，肋骨被撞折，破碎的骨头插入内脏之中。此刻仿佛连顺利呼吸都是一种奢望，母熊发出凄惨的哀嚎，只能眼睁睁看着慕容婉歌将獠牙插入小熊体内注射毒液，自己却根本无力起身。下一刻，我银白色的蛇尾缓缓爬上它的脖颈，骤然用力，骨裂声咔嚓连连，最终母熊被活生生勒死，灯泡大小的眼珠子死死突出，七窍流血，很是瘆人。就这点本事还敢带着小熊来狩猎我们，真拿我们当教科书了。我不屑一笑，蓄满力量的尾巴连续数道鞭打落在母熊腹部，直接将其开膛破肚。妖丹，拿来吧你！我挑出一颗拳头大小的妖丹。慕容婉歌那边也结束了战斗，寥寥4、5分钟就让那小熊彻底死亡。可惜了，此熊还未进入1阶，尚未凝练出妖丹，不然本宫还能再壮大一点实力。我用尾巴裹着妖丹，直接抛向那竹叶青，他还不吃，这臭泥鳅！慕容婉歌本以为我要自己吞下，没想到我又给了他。他扬脖接住妖丹，一把吞下，美目不断流转，一脸复杂的看着我。丁，慕容婉歌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3点，现统计好感度为5点，提升3点，真不赖啊！我啧啧称奇。丁，慕容婉歌服用1阶妖丹，奖励宿主技能如履平地。慕容婉歌体内妖力提升，宿主同步提升为1阶妖兽巅峰，只需1枚妖丹便能成功突破至2阶妖兽，还差1枚妖丹啊，那还行，不远了。我换出系统面板，发现除了百兽之王是灵品神通，其余全是些没用的凡品。系统，给我把这些凡品神通全部融合，看看能不能开出来什么好东西。丁，恭喜宿主合成成功，获得灵品神通赤烈毒蜂。下一瞬，我嘴中突然生出一阵瘙痒，旋即一对毒牙显现在口腔之中。原本蟒蛇是没有牙齿的，现在竟凭空长出了一对獠牙，看起来就像猫爪上的指甲，但更加锋利庞大。系统解释，这毒牙蕴含烈焰般的剧毒，同阶之内中者必死。只不过造型有些奇葩，头上刚生出来蛟龙角，嘴里却又蜕变出蛇的毒牙。我控制毒牙喷射出一道毒液，毒液落地，顷刻间将野草化为灰烬，散发出一股恶臭，好毒！没想到这毒液这么强，我心中暗惊。不远处盘着身子的慕容婉歌猛地睁开双眼，死死盯着我嘴里那对显眼的獠牙。什么？蟒蛇不仅长出了毒牙，甚至还生出了一节蛟龙角，这是要朝着蛟龙蜕变？它活了上万年，也从未听说过不吸收高等精血就能进化的事，心中大受震撼。我察觉到他震惊的目光，得意洋洋地甩了甩头：“小样，哥这份实力还弥不死你，臭泥鳅！再敢这么直勾勾地看本宫，本宫就把你那发臭的眼珠子剜出来！”感受到我热烈的眼神，慕容婉歌羞恼地移开视线，却又忍不住往我下半身扫了一眼，脸上顿时火辣辣的。这变态妞还想剜我眼珠子，早晚有一天把你办了！我心中重重哼了一声，转过头去。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大地突然剧烈颤抖起来，轰隆隆，一道宛如重型坦克的黑影从远处狂奔而来，速度极快，带着磅礴的血气。我和慕容婉歌同时转头，警惕拉满，是一头体型更庞大的棕熊，是那对母子的家属找上门了。我心中咯噔一声，一头棕熊罢了，本宫轻松拿捏。慕容婉歌强装镇定的嘴应道：“丁，偶遇2阶妖兽赤土熊。”听到系统提示，我已经到了1阶巅峰，正想找个2阶的练手。我战意昂扬，那就来吧，成为我的养料。狂风大作，肃杀之气席卷密林，棕熊人力而起，布满刀疤的身躯压迫感十足。当他看到地上那一大一小2具尸体时，尤其是看到幼崽惨死，气息瞬间狂暴。我的孩子，全都给我去死！他捶胸怒吼，声波如灵魂攻击般震耳欲聋。下一秒，他四肢着地，如炮弹般朝我发起了冲锋。我没有选择硬刚，而是迅速伏低身子，借助树木灵活走位。好机会！就在他咆哮着高高跃起，企图用庞大的身躯将我一屁股做成肉泥时，我瞬间识破了他的莽夫战术。小样，就这点脑子！砰！棕熊重重落地，砸出一个大坑，却只压到了一团空气。我的尾巴早已在千钧一发之际抽离，就在它落地的瞬间，我的舌头犹如闪电般回手猛窜，直接完成了死亡缠绕。刚被缠上一圈，棕熊便反应过来，疯狂挥舞双臂企图挣脱。我吃痛，2阶妖兽的巨力让我的蛇身传来一阵撕裂感，但我蟒蛇的绞杀力更胜一筹。我疯狂收紧肌肉，将它刚刚挣开的一丝空隙瞬间勒紧。说是肉搏，实际上是我单方面施展死亡缠绕，棕熊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我说的硬碰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较量气力。随着第1圈缠绕完毕，大势已定，我加快缠绕速度，还没等完全收紧，棕熊身上已经爆出噼里啪啦的骨裂声。让我看看这毒液到底有多强大吧！我张开血盆大口，一对寒光闪闪的毒牙狠狠刺入棕熊体内，晶莹的毒液瞬间注入，短短几分钟，毒液如岩浆般在他体内肆虐，甚至将血肉炙烤发黑。棕熊绝望地看着死去的母子俩，满眼不甘，最终彻底停止了挣扎。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团团圆圆一起上黄泉路才好。
确认他死透后，我松开身体，大口喘息，随即挑出妖丹，遥遥抛给了不远处的慕容婉哥，还给本宫吃。这臭泥鳅怎么一口也不吃？莫非是良心发现？慕容婉哥非常意外，饶是他脸皮再厚，也有些不好意思的把妖丹推了回来。我态度坚定，一把又将妖丹推到他面前。慕容婉哥看着妖丹咽了咽喉咙，强装高冷：“这可是你给的，本宫可没说要吃，你自己不吃，可怪不得本宫。”说罢，他这才将妖丹吞入腹中。听着他傲娇的心声，我心中暗笑，想吃还要找理由，真是傲娇的不成样子了。丁，慕容婉哥好感度加1，当前好感度6点，一枚2阶妖丹换女帝1点好感，相当划算了。我不再多想，凝神准备突破。丁，慕容婉哥炼化妖丹，开始百倍返现，海量气血疯狂涌入体内，我的身体暴涨至30-40丈，气息一路飙升，直接冲到了2阶妖兽中期才停下。这就2阶中期了，百倍返现这么少吗？我凡尔赛的吐槽了一句。另一边，慕容婉哥也兴奋地睁开眼，本宫终于是1阶后期了，距离碾压这臭泥鳅指日可待。可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了我身上那更为恐怖雄浑的2阶气息，当场石化。等等，他怎么又突破了？照这么下去，本宫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看着我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他更是气急败坏。可恶啊！本宫拼命吞服妖丹修炼，竟然不如他什么都不干来得快。他脑海中灵光一闪，瞬间找到了完美的理由，肯定是本宫的功法消耗巨大。没错，一定是这样。殊不知我啥也没干，跟着他百倍返现，连功法都一起蹭了。只是目前的功法只是还在吸收内力、促进修炼以及断体的阶段，肯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慕容婉哥连续重复2次，坚定自己的道心。他堂堂龙族大帝竟然还没一条偏僻下界的蟒蛇修炼快，这传出去不得被笑话死。那你加把劲修炼，龙女打黑弓，修为冲冲冲！我心里乐开了花，这分明是自己给自己一鞭子，都不用我催。慕容婉哥对此毫不知情，看向我的眼神满是不甘。本宫早晚有一日超越你，臭泥鳅！正当我们休息时，一道奇异的灵气波动突然爆发，短短一瞬便扩散上百里。什么气息？我和慕容婉哥同时猛地抬起头，这股灵气犹如实质，浓郁的无法窥探。莫非是宝物出世？位置貌似是灵坛那边。我双眼微眯，瞬间反应过来，肯定是了，必须把宝物抢下来。慕容婉哥双眼迸发无尽锐气，我不再废话，蛇尾一扫，卷起他就朝灵坛狂飙。你这臭泥鳅！慕容婉哥被吊在半空疯狂摇晃，气得咬牙切齿，要去也不说一声，本宫早晚让你尝尝这种滋味，省点力气吧，待会到了好打架。我头也不回的在密林中狂奔，沿途参天大树全成了残影。10几分钟后，我们顶着瀑布般的灵气逆流，逼近了灵坛。怪不得之前那只碧水金蝉不追杀我们，原来是一直守着即将出世的灵宝。慕容婉哥恍然大悟，神情瞬间戒备到了极点。原来如此，我心中冷笑。不过我现在可是2阶了，金蝉，今日我必定摘走你的宝物。丁，检测到天才地宝出世，龙血果，灵宝级别，前方500米发现3阶妖兽，碧水金蝉。系统刚提示完，一道恐怖的威压如同排山倒海般从灵坛方向压来，这是一股属于3阶妖兽的绝对威慑。寻常低阶妖兽靠近，骨头都会瞬间碎裂。我因为实力强悍，硬抗了下来，但趴在背上的慕容婉哥却发出一声痛呼，被压得死死贴在鳞片上，动弹不得。百兽之王见他承受不住，我二话不说，直接爆发出神通威压，与那3阶金蝉的威压轰然硬碰硬。轰，两股无形的压迫力在半空碰撞。我的2阶威压虽不能反杀金蝉，但成功替慕容婉哥挡下了致命的压迫。这股威压最起码也是3阶，差距太大了。慕容婉哥心中发苦，随即看了我一眼，傲娇的想到，用尾巴卷本宫的事，就先这么算了吧。毕竟你还用威压帮助本宫不遭受压迫。不多时，我们靠近了灵坛的范围，还没等继续接近，数道宛若水缸般粗壮的水柱从灵坛中喷涌而出，其中掺杂着大量的妖力。砰轰，数棵遮天蔽日的大树被水柱击中，瞬间夭折坍塌，轰鸣声震耳欲聋。好险，这水柱杀伤力好大，我不断摆动身子，这才躲过这致命的攻法。第3次靠近灵坛，这3阶妖兽的攻势依旧凶悍，但我丝毫不怂，悍不畏死地疯狂突进，老子迟早弄死你！我心中怒骂。灵坛全貌很快显露，坛中一块巨石上趴着一只7、8米高、满身毒疙瘩的深绿色金蝉。金蝉大嘴一张一合，接连数道速度更快、杀伤力更高的水柱激射而来。我和慕容婉哥根本不敢硬抗，3阶妖兽硬碰硬打不过了，我得找机会偷袭。慕容婉哥没有丝毫道德负担，眼看打不过，第一个念头就是玩阴的。他一跃而起，跳下我的背部，钻入密林伺机而动。听到他的心声，我自然明了。我去正面吸引火力，他暗中偷袭，这才是2打1的正确打开方式。我爆发出2阶中期的全部实力，速度极快的躲开所有攻击。噗嗤，我终于靠近岸边，一头扎进潭水中。身为蟒蛇，我在水里简直如鱼得水。3阶妖兽就这，要是只会喷水，那就怪不得我轻松虐杀你了。我心中不屑，正当放松警惕时，100米开外的金蝉却露出一抹诡异的冷笑。呱，一声低沉的蛙鸣在水中掀起惊涛骇浪，原本清澈的潭水瞬间变得无比粘稠，连动一下都极其困难。同时，一股恶臭袭来，不妙，中圈套了！我浑身鳞片倒数，如坠冰窟。这金蝉故意减弱水柱威力，引我下水。潭水中早就积攒了海量的无色剧毒，怪不得这灵潭里没有其他活物，混杂在水中的毒液腐蚀力极强。顷刻间，我的鳞甲表面便泛起一层白雾，周身潭水如沸水般剧烈蒸腾。我的蛇皮还是有点东西的。我惊奇地发现，体内大量妖力自动附着在鳞甲上，竟完美抵御了毒液的侵袭。在老虎利爪下不堪一击的蛇皮，此刻却成了绝对防御。那碧水金蝉见我动弹不得，心中无比窃喜，他故意引我入水，就是要来个瓮中捉鳖。可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
只见我周身虽然白雾翻滚，水泡沸腾，却毫发无伤。呱！金蝉愣在原地，自己赖以生存的剧毒，竟然在我的鳞甲面前不堪一击。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双眼之中一片冰冷。若非面部肌肉单一，此刻我都要狞笑出来了。我摆动着身体，磅礴妖力加持在全身，力量、敏捷、防御获得大幅度提升。我双眼之中满是侵略性，野心在此刻暴露无遗。呱！眼看毒液对我这2阶妖兽无效，碧水金蝉不再守株待兔，主动发起了进攻。它丑陋的四肢猛然发力，庞大如肉山的身躯瞬间化作一团肉球，在水中犹如陆地般没有丝毫阻力，像个灵活的胖子般横冲直撞，竟然如此灵活轻盈。我瞳孔一缩，我怒吼一声，抽动蛇尾朝着那肉团狠狠扫去。碧水金蝉犹如一枚高速旋转的陀螺，与我粗壮的蛇尾轰然相撞。轰！恐怖的巨力瞬间将周围的潭水排空，短短一个呼吸，水下竟被打出了一片真空地带。好强！我被这股巨力直接轰飞几十米，狠狠撞在岸边的水下石壁上。好在鳞甲坚硬没有大碍，但那金蝉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不需要蓄力，再次化作陀螺朝我绞杀而来。又来！我大惊失色，对方速度极快，甚至拉出了残影。我拼命向一旁闪避，轰！虽然上半身惊险避开，但下半身还是被撞了个结结实实，死死镶嵌在布满青苔的石壁里。我惨叫出声，撕心裂肺的剧痛传来。若不是躲得快，这一下内脏都要被撞碎，鲜血瞬间染红了潭水，入目一片血红。攻守一行，我只能在水下疯狂逃窜。此时，岸边遮天蔽日的大树上，慕容婉歌极尽收敛气息，完美隐匿在树叶中。怎么还不出来？本宫都在这埋伏半天了。看着水面不断炸开的恐怖巨浪，他焦急万分。他一个2阶打不过3阶很正常，赶紧出水啊！他深知水战吃亏，如果我执意死战，他甚至做好了放弃我的准备。本宫是绝不会让自己的性命冒险的。听到他的心声，我差点吐血。什么？你特么在岸上埋伏？老子还以为你下水找机会呢。早知道老子至于在水里挨这么多打吗？得知他的计划，我不再犹豫，强忍剧痛，径直朝着水面狂冲。呱！想走，碧水金蝉死死咬在身后，不杀我誓不罢休。哗啦！我终于冲出水面，浑身湿漉漉的爬上岸，丝毫不做停留，向密林深处狂奔。就在我尾巴刚着地的瞬间，碧水金蝉也破水而出，裹挟着漫天水花，宛如泰山压顶般砸在岸上。轰！大地剧烈震颤。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条翠绿色的长蛇从树梢间弹射起步，化作一道绿色闪电，直奔那巨大蛤蟆的脖颈。慕容婉歌出手了，他速度极快，出其不意，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咬下。噗呲！毒牙瞬间贯穿金蝉的皮肤，可3阶妖兽的反应堪称恐怖。刚被注射几滴毒液，金蝉口中便猛地射出一条长蛇，犹如长鞭般死死卷住了慕容婉歌，随即将她狠狠抛向高空。慕容婉歌瞬间失重，被甩飞几十米高。碧水金蝉丝毫不犹豫，在对方升空的一瞬同样升空，双目锁定青蛇，张开血盆大口，欲要吞噬对方。本宫难道要命丧于此了？慕容婉歌被那滚烫如烙铁般的长蛇死死攥住，巨大的力量让她根本无法反抗。她缓缓闭上双眼，心中满是不甘。呱！碧水金蝉眼中满是暴虐，长蛇飞速收缩，要让这胆敢偷袭的青蛇付出代价。而敢！千钧一发之际，我歇斯底里的嘶吼出声，我不知何时已闪现至金蝉身旁，瞬间盘旋而上，死死缠住她丑陋的腹部，100%的力量瞬间爆发，狠狠勒紧。呱！剧痛直冲大脑。金蝉惨叫一声，紧紧攥着慕容婉歌的长蛇下意识松开。慕容婉歌在距离血盆大口仅差毫厘时猛然睁眼，在落下的瞬间，她不仅没逃，反而借势反扑，张开毒牙朝金蝉疯狂咬去。只要能麻痹对方1分钟，就足够我绞杀他了。不知不觉间，我竟成了他心中无比信任的战友。呱！金蝉彻底被激怒，3阶妖兽的真正实力终于爆发，伴随着一声震天蛙鸣，他四肢猛蹬，庞大的身躯犹如炮弹般拔地而起，一跃100米，甚至超过了周围的参天大树。他企图用高空坠落的极限惯性，将我们生生甩死。刚一升空，慕容婉歌就因为竹叶青体型的劣势，无法死死缠住金蝉，被恐怖的惯性直接甩飞。好在他落入了灵潭之中，并未受伤，而我则死死嵌在金蝉的腹部。本想锁喉，但突如其来的升空让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疯狂勒住他肥厚的肚子。金蝉短小的四肢根本够不到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像枯骨之躯般越勒越紧。金蝉催动妖力，像一颗陨石般加速砸向地面。畜生啊！我吓得哇哇大叫，2辈子加起来都没飞过这么高。但这声惨叫在金蝉听来却是赤裸裸的挑衅，他车轮般的双眼布满血丝，是要速战速决。轰！一蛇一蛤蟆轰然砸落地面，无数黄土混合着野草被狂暴的冲击波掀飞。勒住！我在心中疯狂咆哮，巨大的惯性差点将我的内脏震碎，但我死死抠住他凹陷的腹部，拼尽全力扛过了这波必杀坠击。慕容婉歌刚要从潭水中弹射起步再次偷袭，金蝉却丝毫不给喘息的机会，刚落地便再次腾空跃起。但这一次我反应过来了，刚才的失重让我大脑短暂宕机，但现在我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甚至连尾巴尖都在用力，只为把自己焊死在他身上。大嘴被张开，毒牙被瞬间插入金蝉体内，倒钩的毒牙让这牙很难被取出来，除非我自己收缩，来试试我的炽烈毒锋吧。高空之中，碧水金蝉再次跃空，创造出更新的高度。而在这时候，我心中狞笑一声，将毒牙狠狠地插入他肌肤之中，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刺穿了那宛若钢铁的皮肤。蛇类的獠牙是和猫爪子一样，可以收缩的，弯钩形状的毒牙可以很好的避免敌人在挣扎时候脱落，而收缩的獠牙可以很好的被蛇本体所控制，非常灵活又坚硬。呱！碧水金蝉没有脖子，头很难低下来去看自己腹部的事情，但他明显感受到了有个牙齿深深地进入了自己的体内。我的体型很大，蛇牙也很大，很难不察觉出来。随即便是一股冷冽的液体被注入到他的体内，碧水金蝉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先是一阵寒冷，毒液迅速融入血液，
顺着血管进行循环，先是带来寒冷的触觉，他感觉自己的全身僵硬，根本无法动弹。随后，他想要去调动体内的妖力去抵抗那股液体，然后逼出体内。此时此刻，碧水金蝉即将落在地上，冰冻的四肢已经会让他在这场跳跃之中受到不轻的伤势。但很遗憾，那毒液很快就变得炽热，几乎就是在即将落地的瞬间，整个蛤蟆又能动弹了。砰的一声，稳稳落地，碧水金蝉呱呱不停，还以为是自己的妖力驱逐起到了作用，但下一秒他的脸色忽然僵持住，体温飞速上涨，就好像是血管里面长出来了一团火焰一般，炽热灼烧的感觉传入大脑之中，五脏六腑仿佛要被烤熟了一样。呱，体内好像是出现了巨大的气体一般，貌似是灼烧产生的。碧水金蝉短短的1分钟之内感受到了冰火两重天，难受不已，血管一收一缩，就好像快要裂开一般。呱，拼尽全力，碧水金蝉想要返回灵潭之中降温，再次调动全身的力量，再来一个跳跃，只要跳起来就能够稳稳地落在灵潭之中，就好像灵潭会治愈他一切的伤痛。可很不幸，碧水金蝉的思考变得缓慢，很是迟钝。他瞪大双眼，一股疲惫的感觉从大脑之中传播而来，甚至于想要休息睡觉。如果能够看到他体内的样子，就能够发现奇妙的地方。那毒液进入对方体内后，由于金蝉修为高，心脏跳动速度快，体内血液流速非常快，几乎是几个呼吸之间就让那毒素传遍全身，针对各个地方进行发作。刚开始，毒液自然是凉的，宛若冰窟一般寒冷。随后，晶莹剔透白色的毒液瞬间变为红色，犹如岩浆似的紧紧地贴敷在血管之中、器官之内。妖力前来，根本无法驱逐，奈何不得。随后，大量的气泡出现，开始腐蚀那碧水金蝉的血管和内脏，从体内发动攻击。剧烈的疼痛传来，让昏昏欲睡的蛤蟆瞬间精神起来。但很不幸，因为剧烈的疼痛，让碧水金蝉无法动弹，瞬间倒地不起。呱呱呱呱，他发出巨响喊叫，又是疼痛，又是愤怒，又是不甘，还想求饶。虽然巨大的疼痛一时半会儿要不了他的性命，但足以让碧水金蝉无法反抗，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敌人。我的毒液这么强吗？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我心中感叹一声，万万没想到1-20升的毒液竟然能让3阶妖兽遭受如此疼痛。当然了，感叹归感叹，我并没有停下动作，开始朝着对方的气管位置缠绕，争取让其迅速毙命，从而解除麻烦。因为争斗，我几近空虚，没了太多的力量。他的毒素这么强吗？明明是个蟒蛇，竟然进化出来了毒牙，不只是毒牙，毒性也非常的强。本宫真是对这臭泥鳅越来越好奇了。慕容婉歌在一旁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看得清清楚楚。他还能说什么？这都倒下来了，没必要再去出手了。饶是这么强大的毒液，依旧让那碧水金蝉撑了将近小半个小时才死去，痛苦不堪的死去。肥肉太多，勒不死。可怜的碧水金蝉到死也不想不明白，一条蟒蛇到底特么是怎么长出来毒牙的，毒性还特么这么强，没天理。蛇类本身就是贴身肉搏的产物，蟒蛇力道大的惊人也就算了，毕竟他知道对方力气大，但是这毒素对吗？碧水金蝉到死也没理解自己死在了一条蟒蛇的毒牙上，开没开自己清楚，关了吧，没意思。直到碧水金蝉的心跳彻底停止，我才从对方身体上爬起来。要是同阶的话，4-5分钟的事，可要是越级，那就是40-50分钟的事情了，已经是很变态了，无法被驱逐，染上基本上就死了，无非就是发作的时间长短。终于死了，这金蝉一直避让着我，真是谨慎精明。回想战斗过程，我细心盘算越级战斗的细节和战斗经验，我发现，在交手之中，刚开始先是水柱攻击，又是散发毒素攻击，死活就是不用自己变态的肉体实力。这金蝉未免也太谨慎了吧！纵使变成肉球，也非常的狡猾。身为巨蟒，根本没办法去缠绕高速移动的肉团。直到我节节败退，彻底落入下风上岸的时候，那金蝉才追出来进行虐杀。若非蟒蛇长毒牙这件事彻底反杀了对方，不然一切都在按照碧水金蝉的战斗方式去战斗。9死1生，妖丹呢？赶紧给慕容婉歌吃了，恢复我的体力，看看能不能给我也上个3阶妖兽。打了这么久，早就快要累死了。我口中吐出浓浓浊气，很是疲惫，实在是太累了。3阶妖兽不愧是3阶妖兽，一定是有了些许的血脉之力。或许说，从3阶开始就已经是拥有珍贵血脉的妖兽了。没有血脉的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了1阶，2阶也不是不可能，但3阶绝对不是巧合的事情。再一再二不再三，不多时，我反找出来妖丹，直接抛给那青蛇，没有丝毫的犹豫，很是坚定，还把妖丹给本宫。慕容婉歌接过妖丹，并未着急吞噬，反而是愣在了原地。虽然给了他这么多妖丹，对方一个也没吃，有点习惯了，但是这不对吧？对方怎么对他这么好？一时间，他心中很是感动，又很是不可思议，这让他心中隐隐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慕容婉歌的脸色很是复杂，眼中充满了各种情绪，有感激，有不解，有迷惑。我示意对方赶紧吞服下去。见状，慕容婉歌不再犹豫，一口吞下，这是好事。犹豫什么？这是他主动给本宫的，期间本宫一直看着，也没做什么手脚，就当做是他给自己的赎罪吧。慕容婉歌想起来某2次的冲动，认为这是对方在给自己鲁莽行为的赎罪。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心里却不是这么认为，具体是怎么样的，只有慕容婉歌自己知道。丁，检测到慕容婉歌心境再次变化，提升好感度5点。当前慕容婉歌对于宿主的好感度为11点，这么多，这变态妞到底是怎么了？良心发现了，我心中很是惊讶，万万没想到竟然能够获得足5点好感度。莫非是之前默默付出的行为得到了爆发，让其念到了自己的好处？应该是吧。3阶妖丹下肚，原本大量的妖力即将纳入慕容婉歌的体内，但在这时候，他的功法急速运转，整条蛇体内的妖力疯狂精简，驳杂不堪的妖气被排出体内，只留下宛若精锐一般的妖力。这经过炼化的妖力，就是要比直接吸入体内的妖力更为充沛。身为妖族，灵气吸入体内，在妖丹的作用下会转变为妖力，
作用和灵气没什么区别，就是更加符合血脉功法的运转。大量的妖力消失不见，慕容婉歌的修为更上一阶，成为了2阶初期的妖兽。堂堂3阶妖兽妖丹，竟然只让他上升了一点，而我的体力被迅速恢复，但并没有突破到2阶后期。不只是对方运转功法带来的反馈，更是修补体力伤势之后的剩余。当然了，距离2阶后期也不太远了。丁，系统检测到慕容婉歌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100倍返现奖励宿主神通鳞甲硬化。鳞甲硬化，必要时可以通过催动妖力，将原本的肌肤蛇鳞转化为更为坚硬的鳞甲，受到的伤害通过消耗妖力而抵挡伤害。简单来讲，应该就是用妖力去抵挡攻击。要是刚才有这个，在水里也不至于被那碧水金蝉追得这么无力。我欲言又止，觉得这神通来晚了，还只是一个凡品，算不得什么好东西。正当我们准备去浸泡一下灵潭的时候，一道异象突然出现，只见灵潭中灵光乍现，光芒万丈，散发出无数道强光四射而出，就好像是灵潭中藏了一个核动力灯泡。丁，系统检测到灵宝出世，灵宝为龙血果，妖兽服用下龙血果可极大的提升体内妖族血脉，无血脉妖兽可提纯血脉，有血脉妖兽可以无视种类进行提升血脉级别。系统检测到慕容婉歌血脉需要提升，请宿主前往灵潭摘取龙血果为慕容婉歌服用。此话一出，我直接放弃大脑思考，二话不说钻进灵潭之中。只是刚进来我就后悔了，我被刺激的睁不开双眼，而岸边慕容婉歌还在谨慎地看着异象显现，不敢轻易下水。但看见我下水之后，他还是银牙一咬，跟随我的身影入了深潭之中。深潭之中很深，至少也得有100米，那是从最深的地方散发出来的光芒。之前金蝉都在浅水区，说是浅水，但也有足足50-60米深度，但是越往下越是冰冷刺骨，非常的寒冷，甚至于我都有些难以抵挡。旗下灵气浓郁，貌似已经化作灵液，但我分辨不清楚，因为我只用鼻子吸收过少量灵气，并未主动运转过功法吸收，哪怕是灵液我也不吸收，全都留给慕容婉歌。潭底原本暗无天日，昏暗无光，但是在那光芒的照耀下，同样也看不到什么东西。没区别，太亮和太暗都是看不到东西，这有什么区别呢？深绿色的潭水被照成纯白色的水，足以看到那光芒的强度了。突然间，我察觉到一股气息雄浑，蕴含着丰富生命力的果实，于是乎我便顺着气息前往。这灵潭之中不可能再有别的了，因为碧水金蝉敢在浅水区待着，就说明深水区没有威胁到它的存在。我张开嘴巴，为了以防不测，还是喷涌出毒液，让其顺着水流蔓延。以防不测，那金蝉也是这么搞的。龙血果长得可真牛逼，我勒个乖乖！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终于摸寻着找到了龙血果。那是一个和人头一样大小的果实，通体呈现出白色，纯白色，形状竟然是一条龙的样子，像是蜷缩盘起来的龙，跟某历险记里面的被挂在墙上的圣主一样。我轻轻叼起来龙血果，准备返回陆地。就在龙血果与那肢体离开的瞬间，光芒瞬间消失，低头看下去，下面空无一物，宛若深渊，深不见底。当然了，就是纯黑看不清楚，抬起头就能发现那波光粼粼的水面，看得到光。刚才光太耀眼，我索性就没睁眼，纯靠着感知前进摸索。于是光芒消失，对我影响也不多。刚浮出深水区，我就看见了在浅水区待着的慕容婉歌。下面太冷了，本宫实在是受不了。这竹叶青的本源血脉还是太驳杂了，完全可以说没有一丝血脉，全靠本宫的功法支撑修炼。慕容婉歌疯狂地吐槽着自己的血脉，实在是嫌弃的不成样子。看到对方还在嫌弃自己的血脉，尚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灵宝，我直接将那人头大小的龙血果抛了过去。快给我把龙血果服用下去！正当我们准备继续休息片刻的时候，我突然察觉到数道气息出现在远方，正在朝着这边赶来。这明显是察觉3阶妖兽威压消失不见，要过来分一杯羹来的。我心中再次打起谨慎，一把将龙血果摁入那青蛇嘴中。慕容婉歌不知为何对方突然粗鲁行事，他猝不及防地咽下龙血果。那人头大小宛若真龙的果实刚刚滑入肚子里面，瞬间化作一团烂泥。只见外面纯白色的外皮化作犹如牛奶般的液体，露出里面血红色的果肉。顷刻间，慕容婉歌的体温急速上升，龙血果果实在她肚子里疯狂被吸收。短短几秒钟，那龙血果被吸收殆尽，全部化作这位龙族女帝的养料，成功进入到血脉之中。本宫的血脉要进化了！慕容婉歌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进化的疼痛不亚于抽筋扒皮，这是跨越血脉等级的进化，不是按照等级顺序进行吸收比自己血脉高一层的精血进化。巨大的能量充斥在这青蛇体内，一刹那，慕容婉歌表面软皮肉眼可见的化作青甲，犹如钢铁一般环绕在表皮上。竹叶青的外表开始进化，宛若一头蛟龙一般，但并未完全成为蛟龙，而是一头蛟蛇混合体。蛟龙是蛟进化为龙的前一个形状阶段，而蛟蛇是蛇类晋升为蛟的前一个形态，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蛟蛇混合体。头上冒出一截肉芽便不再多长，鼻子部位出现2条胡须，并不长，在整个身躯面前显得很小。随后，青蛇身躯庞大数倍，隐隐间竟然和我这白蟒不分上下。原本青色的蛇皮瞬间褪去，露出里面娇嫩的肌肤，同样也是蛇体。不要多想，又在短短几秒内变得异常坚硬，蛇头也开始朝着蛟蛇的方向进化，终于完成了。很快的时间，慕容婉歌就完成了进化。现在，他急于感受自身血脉变化，顾不得其他。丁，系统检测到绑定者慕容婉歌完成血脉进化，立即100倍返现。系统毫无情绪的声音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刹那间，那银白色巨蟒的身形再扩大几分，之前额头上已经长出来短短1节的蛟角再次蜕变，犹如独角兽的角一样。很明显，下一次进化会把蛟角的分支进化出来，但这一次只是进化成为了一个主干角，不只是蛟角演变出来。我褪去那银白色蛇皮，短暂间又长出了一层结结实实的鳞甲，唯独心口处的龙鳞并未变化，一对胡须从鼻下疯狂冒出，鼻孔变大，双眼变大，五官变得立体，而不是蟒蛇的样子。
正式开始朝着蛟蛇蜕变而去。吐息之间，白雾冒出，五官宛若一个人似的。叮！恭喜宿主正式成为一条蛟蛇，云琼蛟顶级灵种。接下来，宿主可朝蛟龙变化，期待宿主继续进化。蛇皮褪去，此刻的我已经不再是白龙蟒，而是一条白龙蛟。虽然是最低等级的蛟，但那也是蛟。龙角未进化完全，龙须未进化完全，四肢只有小小的几个肉芽，可以忽略不计。最大的提升便是鳞甲的防御以及蛟头的变化，象征着我进化成为蛟蛇的证据。不是，它怎么也进化了？服用龙血果的明明是本宫，这臭泥鳅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进化的？莫非这臭泥鳅也是某个大能转世重修，携带某种血脉进化的功法？突然间，慕容婉歌心中升起一丝丝对于那白龙蟒不对云琼蛟的大胆想法。如果这么解释，那都说得通了。为了保持自身妖力精纯，拒绝服用其他种族妖丹，而且不服用龙血果，是因为有其他更为强大的功法提升血脉。而最初的白蟒看似一般，实际上体内蕴含着一丝顶级龙族的血脉，在这个转世重修的大能手中的功法运转下，完全可以进行晋升血脉。原来如此，之前是本宫小瞧这臭泥鳅了。不错，现在你有给本宫当侍卫的资格了。慕容婉歌疯狂脑补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之前的一切都说得通了。对方的气息明显是已经成为了顶级蛟蛇，距离蛟龙形态也不远了。此刻，他的心中出现浓郁的好奇心，他很想知道对方到底是哪一位大能的第二世。慕容婉歌的动作变得老实了一些，但是嘴巴丝毫没有收敛，依旧自顾自的嘴硬。算了，从此刻开始改称呼，省得日后能开口说话了之后，一时嘴误说出不敢说的话。同为转世重修的理念在慕容婉歌心中生根发芽，并且深信不疑，态度也在这一瞬间悄然发生改变。心中不只是对于对方的好奇，更是再次多出了一些好感。算你小子识相，以后对我客客气气的吧。现在老实了也不算太晚。听闻对方心中所想，我心中洋洋得意，很是开心。我一句话都不用说，那变态妞就自己补充出来了理由原因，太贴心了，就像是苦碴子一般知根知底。当然了，一颗龙血果其实提升不了太多的血脉，就比方说是慕容婉歌，也只是从竹叶青转变为半步蛟蛇，但百倍返现却直接让我从白龙蟒进化为云琼蛟。这种灵宝已经是下界为数不多的好宝物了。看似这些进化发生了很长的时间，但实际上并未过去多久，也就只是几分钟的功夫。正当我和慕容婉歌还在沉浸于晋升血脉之后带来的强大感受，数不清的身影从远处迅速出现，其中2阶3阶都有数头，1阶的更是数不胜数，犹如海浪般席卷而来，驳杂且又刺激的味道从远处传来。我就知道敌人来了。哦，我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应有尽有，为首的是虎熊野猪带斗，其次是各式各样的妖兽，狼鹰猿猴成群结队来敌了。我和慕容婉歌对视一眼，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来敌靠近之后，我和慕容婉歌两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怯懦，反而是异常的兴奋，战意昂扬，恨不得立刻和对方来一场拳拳到肉的打。血脉晋升虽然不会让境界上升，但却是会提升战斗力，气血更加浓郁鲜活，气力、防御、攻击力、敏捷等等都会与之对应的上升。各种各样的妖兽终于出现在我和慕容婉歌的眼中，他们发出各式各样的声响，战前表明着自己凶狠的态度。交手瞬间，我和慕容婉歌同时张开血盆大口，喷射出大量的毒液。还未交手，就已经有数头2阶妖兽倒在毒液的攻击之下，毒液溅射进入眼球，只是碰撞瞬间就让眼球被腐蚀，冒出大量白雾腾空升起。这些妖兽纷纷倒在地上，捂着双眼满地打滚。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的妖兽竟然都能够统一战线，一同对付我们两个。百兽之王，我二话不说，直接释放出自己的威压领域。顷刻间，至少上百头1阶妖兽被压得无法起身。百兽之王的威压混合着2阶妖兽的血脉压制，无论是1阶还是2阶都难以抵挡。因为我是血脉强大的蛟蛇，胆敢基于本宫的机缘，全都成为本宫成为至尊道路上的养料吧。慕容婉歌兴奋无比道，仿佛见了血就更加的兴奋。他的速度飞快无比，仅仅只是一段扫尾而出，便有数头1阶妖兽毙命，头骨被打裂开，脑浆迸裂。你们现在面对的可是下界中为数不多的蛟蛇，颤抖吧，血脉低下的废物们！我心中冷笑连连，我觉得下界蛟蛇已经是非常强大的血脉了，不知怎地，我们俩竟然有一股莫名的夫妻感，各种动作竟然都一样。不同的是，我这一尾巴扫过，死的却是3、4头2阶妖兽，其中分别是一只猛虎、一头狗熊以及2头长着长长獠牙的野猪，全都不是一合之敌，一个扫尾就让其倒地不起，失去反抗力。正当这时候，一群体积巨大的飞鸟从远处飞来，不断的发出哩哩哩的声音。有鸟，娘西皮，2打100。优势在我心中冷哼一声，眼中满是轻蔑不屑。下一刻，我竟然凭空跃起，直奔那些鹰雕而去。往日里都是这些鹰雕捕捉蛇类，而今天却是我肆意屠杀这些鸟类，好不轻松快活。没错，这一个凭空跃起就是进化为蛟蛇的一个技能。有了这个技能，我可以进行短暂的飞行和滞空，具体时间还没来得及测试。若非你们在空中盘旋，在陆地上又怎会是我蛟蛇的对手？话音落下，鹰雕受惊，急忙扑扇翅膀躲闪，但速度明显没有我这条白色蛟蛇快，简短越过，便是至极轻松的虐杀。一些2阶的妖兽被轻松虐杀，3阶同样如此。这就是蛟蛇血脉的强大之处，血脉高了不是1个2个的差距，3阶又何妨，高我1阶又何妨？我先是一口咬住一只老鹰，巨大的嘴巴直接将其吞噬进去，旋即头部急速刹停，尾部携带着破空之势横扫而来，速度之快，力道之大，根本不是这些3阶、2阶的鸟兽能够抵挡的。一时间，10几头飞鸟纷纷陨落，坠落地面，彻底死去。
有的是被一口咬断了脖子，有的是直接被放在嘴中咀嚼2下，导致全身骨头崩裂，深深的插入内脏而死。有的是被这股绝对的血脉压制硬生生吓死的，无非是仗着人数多能够短暂的压制本宫罢了，不过是一些低级血脉的废物而已。地面上，慕容婉歌也被打出了怒火，他一条蛇眉手，难以抵挡这么多妖兽的进攻，但坚硬的鳞甲让他不仅没有受伤，反而是彻底打出了爆发力。青蛇一跃而起，接连捆住数头妖兽，用力一拧，头颅落地，空中弥漫着腥臭的铁锈味道，血液犹如瀑布一般喷涌而出，染红大地。正当慕容婉歌独自一人扭转战局时候，我也返回了地面。要不要逼一把这个变态妞，激发一下战斗力？我心中刚刚出现这个想法，便被我摇头驱出大脑。我一个有系统的蛟蛇，干嘛还要让女眷去冒生命危险？虽然大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很快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原本慕容婉歌独自一人就能占据上风，更别提我加入战局了。击杀起来简直不要太简单。虽然进攻手段匮乏，但是我们的鳞甲非常的厚重，区2阶3阶妖兽不可能攻破我们的防御。全都死吧！短短的半个多小时，前来的妖兽竟然全部都死了，没有一头还能喘息的。实力不行，就别觊觎这些不该获得的东西。慕容婉歌冷哼一声，对于这些尸体，他现在已经懒得去吃了，只是自顾自地弯出腰单，准备晚点服用。奇怪，是什么让这些妖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打我们2个的呢？如果是同一种族，那很好解释，都是一家的。可现在不对，各种妖兽聚集一团，齐齐对着我们2个下手。这期间肯定有猫腻。就在我和慕容婉歌误以为事情彻底结束，可以迎来一段修为突飞猛进的时候，一道异常强大的气息出现在这里，把宝物给我。一只通体渊绿的乌龟出现在2人面前，浑身上下散发着毁灭般的气息，异常的强大。不好，这王八品阶很高。我心中暗道不妙，是因为那王八竟然能口吐言语，明显是炼化了喉中恒语，能说话，最起码也是4阶妖兽。慕容婉歌同样震撼，没想到竟然能够吸引来一头4阶妖兽。原来之前没到，现在才到的原因，竟然是那妖兽是一头王八。丁，宿主偶遇5阶妖兽，玄铁龟，低级灵种。原本我还以为对方只是一头4阶妖兽，和慕容婉歌的想法一样，但系统的声音出现后就变得不对了，不能打，打不过，没办法打。在系统提醒那玄铁龟是一头5阶妖兽之后，我心中大惊，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好，当那逃跑的念头出现之后，我立刻选择用尾巴去裹住那慕容婉歌，带着她一同逃跑。却不料那青蛟竟然挣扎开来拒绝逃窜，本宫怎么可能会被一头王八吓到？不能退缩，这灵坛至关重要，绝对不能拱手相让。慕容婉歌心中想法甚是坚定，那就是不能让修炼资源灵坛落在旁人之手，就算是拼死也得拿下来，因为对方本就实力强悍，再拱手相让，那以后拿回来的机会就大大缩减。或许哪天能够拿回来了，但也没有必要了。找死啊，变态妞！怎么一到这时候这么固执？不是说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吗？听闻心声，我露出复杂的表情，很是无可奈何。我再次强行去卷起他，想要带着他立刻撤离，但第2次的邀请依旧被拒绝。这臭泥鳅怎么怂了？之前看还不是很勇的吗？慕容婉歌双眼死死地盯着那宛若小山一般的玄铁龟从远处缓缓走来，每一步大地都在剧烈颤抖，宛若地震一般。有意思，还不跑？速速把宝物交上来，本座可放你们一条性命。玄铁龟双眼微微眯起，顿时察觉这俩蛇体内血脉充足，甚至于他都有些畏惧。但是他的实力强悍，根本不需要畏惧我们，他只想要我们先把宝物交出来，然后再虐杀结束，否则容易伤到宝物。不可能！慕容婉歌心中暗道，嘴上嘶鸣，警告性十足。这他妈是5阶妖兽，我急坏了，对方就是死活不走，最主要的还是不能开口说话，憋死了！胆敢反抗本座！巨龟被气笑了，听出对方嘶鸣发出的抗拒，当即他收起了仁慈，不再犹豫，妖力疯狂发作，卷起千层风席卷密林，狂风呼啸，甚至于让慕容婉歌都有些站不直身子。你他妈一条1阶妖兽跟5阶妖兽闹什么矛盾？走啊！那青蛇不离去，我也无法离开，死死地拽着它，尾巴很是用力。终于在我横下心来用上力气，慕容婉歌终于也被撼动了身躯，疼！臭泥鳅，你松开本宫！慕容婉歌挣扎着想要与那5阶妖兽决一死战，或许是不了解玄铁龟的真正实力，误以为是个4阶，认为他再加上我能够拼死一战，又或许是还未彻底转变女帝心性，不愿意放弃自己努力得到的宝地。种种原因让慕容婉歌被情绪冲昏了头脑。玄铁龟身形巨大，力量同样是无与伦比的强大，但是速度这一块，属实是不敢恭维，但攻击范围很大，很好的避免了速度慢的问题。只见一道宛若龟角，充斥满了妖力的神通从天而降，轰！还未落地，地上落叶纷纷被吹散。我和慕容婉歌正处于那神通正中心，不好！我咬牙切齿，怒喝一声，加快速度逃窜，但很不幸，还是差了一点啊！我们齐齐被打中，那巨大的神通速度并不慢，眨眼便落在地上，一瞬间，我们被打飞数百米，撞断不知道多少大树，全靠血脉硬撑着。5阶妖兽竟然这么强！我口吐鲜血，发现自己体内内脏被震得移位，每动一步就好像是要遭受巨大的疼痛，钻心的疼痛。不过，那系统奖励负责护住心脉的龙鳞正在隐隐发光，明显是消除了大量的伤害。反观慕容婉歌，她的情况却是非常的危急，口吐鲜血，浑身上下的鳞甲悉数破碎。不只是如此，破碎的鳞甲还反向插入她的体内，造成2次伤害，表面上破烂一片，肌肤上数不清的裂痕，不断从中渗出鲜红的鲜血，甚至大幅度移动一下，还能看见里面硕大的内脏和骨骼。慕容婉歌瞳孔放大，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那玄铁龟动作是不快，但是妖力运转的速度非常快，他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走！我咬紧牙关，强撑着一口气，用尾巴卷起慕容婉歌，拼尽余力朝着远处逃窜。去哪不重要，远离这大王八最重要。而在远处，玄铁龟的注意力却被别的吸引而去。
丝毫没有看管我和慕容婉哥，因为他感受得出来，明显就是一条2阶妖兽和一条1阶妖兽，血脉是有点意思，但是绝对撑不住自己的这一击。充满灵气的潭水有点意思，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本座的地盘了。玄铁龟的注意力被灵气充沛的灵潭吸引，顾不得再去管那2条臭泥鳅。呵呵，一条2阶妖兽和一条1阶妖兽进阶的速度再快能有多快？更何况这一击他可是用上足足60%的实力呢。5阶给2阶1阶一巴掌，没死。这事情传出去谁信？玄铁龟看向灵潭道：如果本座没猜错的话，这灵潭就应该是宝物了。只可惜本座千年以来疯狂修炼，出门甚是少，若非那一项，本座兴许一辈子不会发现这个灵潭。说完这句话，他缓缓潜入灵潭之中，非常的舒服。当巨大的身体不断下潜，大量的灵潭之水被冲出来，成功上岸之时，玄铁龟这才发现那些早已经死去没了妖丹的2、3阶妖兽根本不值一提，绝大部分4阶妖兽都被他晋升5阶的时候弄死了。现在4阶断层是缺少，最高层次也只是3阶，虽然死了，但并未引起玄铁龟的注意力。在他眼中，眼前的灵潭才是最重要的。玄铁龟生平不爱动，这样一个宝地非常适合他修炼。而在远方，我们成功逃窜至远方，只是并未返回昔日的溶洞，而是继续朝着密林远处前往。先别死，老子这就来救你。我喘息着粗气，感觉浑身上下很是疲惫，疼痛难忍。别怕，我这就想办法救你。不知道逃了多久，直到是星光明亮，洒满天际，弯月探明，万里长空。我感受着背后那蛇的生命气息越发低迷，环顾四周，确保那5阶妖兽并未追杀而来，这才停下脚步。慕容婉哥被小心翼翼地平放在地面上，整条蛟蛇身躯变得扭曲，浑身上下无数道裂缝，血液早已经凝固，但隐隐还能透过坚硬的血痂看见里面的血肉内脏以及森森白骨。他紧闭双眼，出气多进气少，已经是陷入了昏迷状态之中。我细细感受着他微弱的心跳，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不是我不想停下来，是怕那5阶妖兽追杀而来，要是真追过来，那就死透了。妖力应该能缓解你的伤势，最起码能让你稳定下来。我顾不得5脏6腑传来的剧痛，寻了个地方和他接触，体内剩余的妖力朝着他体内翻涌而去，只是很细微，很小心谨慎。这是我第一次用妖力为别人疗伤。3阶妖兽之前，妖力不能出体，但是可以通过肢体接触，透过穴位将妖力注入进去。一股缓缓流动的微弱妖力透过那青蛇身上某一处穴位进入体内，钻进血管之中。妖族不如人族，天生有经脉，虽然有天生堵塞和大开的人，但妖族连堵塞的机会都没有。但相对应的是，妖族肉身实力非常强悍，不需要修炼，只需要多吃食物就能够强大。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如经脉的好。挨打有鸟用，能打别人才是真理。妖力沿着血管流转全身，每当走到一处有伤势的地方，那白色的妖力便钻入伤口的地方，开始修补伤口，肉眼可见的将那皮肉愈合，长好，落下血痂，外伤好治，内伤难愈。慕容婉哥的5脏6腑受创严重，以为都是小事，休养几天就自己回到正确位置上了。但5脏6腑上布满了裂痕，让器官愈合容易，让他内部愈合难得很，最起码也得休养好一阵子。好在我体内的妖力不是一般的妖力，是经过功法净化过的纯净妖力，是蛟龙血脉提升带来的妖力，自然是不同凡响。不行，这么下去恢复的太慢了，我得给他喂几滴精血。这变态妞有点可怜，刚刚回到正常状态没几天，就又被打成这熊样了。我心中不断叹息，眼中满是怜悯。待血肉表面愈合结束，我这才开始准备给他喂服精血。我咬了咬牙，体内妖力翻滚，直逼7寸心脏而去。硕大的心脏受到压迫，加快血液流速，但在巨大的压力下，竟然有几滴暗红泛着光芒的精血从心脏中逼出来了几滴，3滴，不能再多了，就3滴。我大口喘息，仿佛是受到什么重创一样。系统奖励的龙鳞处溢出3滴鲜血，我急忙将龙鳞位置放在慕容婉哥的嘴边，随着缓缓滴落，精血直接落在那青蛇嘴唇上，还未等他自己吸收，那精血就自己融入了血肉之中。3滴，如果接下来不能快速晋升的话，我得再活3年也才能把这3滴精血养回来吧。我苦笑一声，很是无奈。精血在修为进展的时候会加快恢复，但慕容婉哥的情况，如果不用精血，那养个几年肯定是跑不了了。蛟蛇不，妖族寿命本就悠长，几年真算不得什么。我身为蛟蛇，寿命已经达到1000年。当然了，这是血脉给我的寿命，跟境界无关。妖族是妖族，野兽是野兽，不能混为一谈。正当慕容婉哥服用下那3滴精血之后，不多时，身体表面便浮现出一层淡淡的光芒，是白色的，貌似是体内功法被3滴精血催动，自动开始运转。同时，精血也融入他体内，开始愈合伤势。先是5脏6腑从内到外地被愈合，长好，随后浑身上下被断裂的骨头也开始塑形，朝着完好的状态去恢复。但3滴精血很快就被用完，各式伤势也都恢复了个七七八八。行了，这下死不了了，死不了就行了。我也累了，感受着他心脏跳动逐渐变得有力有节奏，我终于是彻底松了一口气。我瘫软地躺在地上，腰力充沛而身体剧痛以及疲惫，失去精血的后遗症来了，宛若被透支精力一样的疲惫。渐渐的，我的双眼逐渐合上，意识变得迷糊，但在不经意之间，神通百兽之王悄然运转，释放出一股无形的威压，将我们保护在了最中间。我们双双昏迷，气息毫不掩饰。境界强的自然不怕威压，也能察觉得到气息，对于这种事无可奈何，但威压施展就可以很好的将那些低品阶的妖兽驱散开来。
使其不敢靠近。本宫这是死了还是活着？本宫这到底受没受伤？怎么感觉之前的打斗都是一场梦？但是血脉的提升是真实的。不知道过了多久，慕容婉歌早已经缓缓醒来，看着自己已经愈合的身体，不禁发出疑问。一旁我也被他不断的自问自答吵醒。我缓缓张开嘴，杏子早已经在进化中消失不见，还是很痛。五脏六腑还没有彻底自动归位，说疼不疼，说不疼也疼的感觉最折磨人。他终于醒了，虽然本宫也没醒多久，但他还是让本宫等了很久。慕容婉歌理直气壮暗道：这变态妞怎么不念及一点我的好呢？我精血不白流了，不行，下次做出付出必须得在他面前表现出来。我心中切了2声，果然干活不能闷头干。正当我还内心吐槽的时候，慕容婉歌的双眼变得竟然有些复杂。不得不说，这臭泥鳅给本宫的帮助甚大。本宫已经察觉出来留在本宫体内带着臭泥鳅气息的妖力和精血味道，虽然本宫吸收了，但是气息还留在体内。不过本宫还是很感激你的，小泥鳅，在本宫昏迷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帮助本宫修补伤势，这份情本宫记住了。本宫体内的妖力，本宫又怎么会分不清楚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呢？慕容婉歌突然变得十分感伤，她心中非常感激，但表面上的表情却是非常复杂。丁，系统检测到慕容婉歌心境发生变化，好感度提升10点。目前慕容婉歌对于宿主的好感度为21点。我勒个乖乖，这变态妞良心发现了！这样下去，攻略岂不是指日可待？到时候岂不是说日就长？我心中惊讶，万万没想到，此次经历一番生死存亡，竟然翻倍了。果然，平时献殷勤没什么用，只有需求的时候去满足，才能得到想要的。合理，非常合理。正当我准备起身活动一下的时候，那慕容婉歌却是突然的话锋一转，既然本宫没做梦，受伤也是真的，那本宫必须要去把灵坛夺回来。此去不论生死，只为本宫和那小泥鳅辛辛苦苦打拼得来的灵坛被那臭王八轻松夺走出口气。胆敢让本宫受如此重伤，那臭王八必须得死。本宫绝对不会就这么咽下这口恶气。慕容婉歌心中信念坚定，双眼之中一团怒火燃烧。她再看了一眼躺在地上还未痊愈的我，随即头也不回地朝着反方向走去。她嗅得到来时路的气息，现在她一定要抢回来那宝地。慕容婉歌相信幸运之神会一直站在自己身旁的，不是这傻娘们还要回去找死，一接对5接，不要命了！尼玛的！我挣扎着起身，想要去把她拦下来，可下一秒，五脏六腑内传来的剧痛让我不得不嘶了一口气，再次跌倒在地上，太痛了，还没痊愈。砰！我倒地不起，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动静。这动静吸引了慕容婉歌，她侧过头，坚毅的脸上却出现了一丝心软。她停下脚步，犹豫不决地停留在原地。有戏！我眼前一亮，旋即发挥自己的演技，满地打滚，跟条蛆似的嘶！我不断地嘶哑着嗓子，发出疼痛的动静。很疼吗？那本宫是不是还要留下来照顾你？慕容婉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她转过身来，终究是心软和感情战胜了怒火和复仇的情绪。哦耶！这变态妞不去送死了！我心中不断嘿嘿地坏笑着，很是开心。这不仅是我阻拦了一条想要送死的蛇，更是能够证明我们之间感情升温的证据，真拿你没办法。慕容婉歌发现他回来之后，我便不再扭曲做出动作，而是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双眼目光诚挚，大胆而又直勾勾。他这么盯着我干什么？慕容婉歌咕咚咽下一口唾沫，双方对视，他落于下风，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却无半点愤怒，只是有些迟疑，还有些小猜想。丁，系统检测到慕容婉歌心态发生变化，好感度提升4点。当前慕容婉歌对于宿主的好感度为25点。系统的声音猝不及防响起，我心中又是一惊，没想到这一个对视又上升4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心机子蛙，一颗坨子，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燃起来的小火很容易成为大火，但是没有火的时候很难急速升温。经过缜密分析，我得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答案。这臭泥鳅一直盯着本宫看什么？早晚给他眼珠子弯了。慕容婉歌不知为何竟然没有半点生气，她娇哼一声，很是傲娇。听闻此言，我这才尴尬地将目光移开。不好意思，系统的声音实在是太诱人了，我还以为再多看看就能让好感再上升一些，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要把我的眼珠子弯下来。良心被狗吃了，不看就不看，还想弯我眼珠子？不可能！我哼哼2声，不乐意地趴在地上休息。我体内妖力缓缓修补，将那纠缠起来的内脏缓缓抽出来。给慕容婉歌疗伤结束后，我就累得没空管自己了。现在缓过劲来，自然是要给自己疗伤了。五脏六腑移位再挪回去也不是什么难事，又死不了就搁置了。话说回来，系统奖励的那片龙鳞是真的强，真的不错，硬扛5阶妖兽一巴掌还没开裂，硬是给我护住一条小命。本宫是不是该给他去打点猎物来，弄点妖丹好恢复伤势？话说他吃妖丹吗？这个节骨眼应该能吃吧。正当我自己疗伤时候，一旁又传来慕容婉歌迟疑的声音，她在思考要不要出去打个猎物来。去吧，赶紧去，你自己打猎，然后把妖丹给我，我再把妖丹给你。自动挡，嘿嘿嘿，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自动挡汽车的模样，觉得慕容婉歌现在就跟自动挡似的，她自己就能动。算了，刚才这臭泥鳅看本宫眼神不对，不去了。本宫现在就在这里看着她别出事吧。至于我的伤势，慕容婉歌早就查看过了，其实不严重，自己躺2天就能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我疼痛的样子，她就止不住心软留下来。但也只是这样，再多的事情她也做不出来了。听闻对方主动放弃的言语，我额头上满是黑线，无语了。不去拉倒，不去就转自动挡。告诉你，布鲁斯都不用自动挡。我心中冷哼一声，不再多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进行修补伤势，斗转星河。时间一点一滴过去，2天的时间，我终于将自己的伤势养好。这2天的时间，我也想了很多事情。总而言之，灵坛是必须夺回来的。
但不是现在。于是密林中出现了一头白色蛟蛇屠夫。丁，慕容婉歌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奖励宿主获得一虎之力。丁，慕容婉歌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奖励宿主获得符水之力。丁，慕容婉歌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奖励宿主获得归西术。在我伤势痊愈之后，我化身为屠夫，在密林之中展开疯狂的屠杀。无论是一阶妖兽还是二阶妖兽，终究难逃一死。三阶妖兽少之又少，极难碰到，甚至于我都没有发现平时爱活动的三阶妖兽，四阶那就更别提了，一点痕迹也没有。丁，慕容婉歌境界提升至二阶妖兽中期，系统开始百倍返现，百倍返现完成，恭喜宿主成为三阶中期的妖兽。接连数日的屠杀，一时之间将密林之中的妖兽数量锐减，几十枚一阶妖丹再加上20-30枚二阶妖丹，这才堪堪让我晋升为三阶中期。慕容婉歌也是终于成为了二阶中期妖兽，实力强悍强大了不止一倍，高级的血脉加上功法作用，实力最起码能够越级挑战，甚至于打5阶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可不傻，明明拥有更多的时间去猥琐发育，为什么要赶鸭子上架去打架？先修炼吧，最起码也得到了4阶再去打架。如果可以，最好等5阶了再去。重生第2世，我得谨慎一些，这是我的想法。而慕容婉歌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本宫没有时间去慢慢修炼，一切晋升以速度为主要。这几日进步飞快，等本宫3阶就去和那臭王八猪队厮杀。只要拿到灵坛，本宫的修为势必能够一跃千里。慕容婉歌不同，时时刻刻担忧着天外来敌，没有给他慢慢修炼的时间和机会。他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修炼出来最强的修为，这样才能够完成复仇以及重回巅峰。这个巅峰不只是实力，更是势力，更是地位。这虎妞，这到底是蛇啊还是虎啊？有我在慌什么？我带着慕容婉歌游走在密林之中，漫无目的地寻找着那些被吓得四处逃窜的妖兽。正当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合成神通。现在我的神通足足有几十种，但有用的太少了，作用完全可以说就是太监逛青楼，没够八用。系统打开主页面板，我心中暗道一声，唤醒系统。话音刚落，眼前出现一片蓝色的电子屏幕，姓名许金龙，物种云琼蛟，品阶顶级灵种，神通百兽之王，赤烈毒蜂，装备龙鳞。这么多神通，一不留神没注意，竟然积攒了这么多下来，一个也用不上。除了百兽之王以及赤烈毒蜂，其他的都合成了吧？看看这么多东西，能不能合成出来个好东西？我看着那一长串的神通，甚至都懒得多看两眼，唯一想知道的就是接下来能够获得什么好东西。丁，系统正在合成神通，恭喜宿主获得上古杀阵九幽冥域式魂阵，一次性九幽冥域式魂阵，来自上古的杀阵，完整形态可诛杀大敌，但目前为最低级版本，布下阵法可诛杀5阶妖兽之内的所有妖兽，来得真巧啊！九幽冥域式魂阵听起来就牛逼，正好给那老王八弄死，把灵坛抢回来。我心中大喜过望，虽然杀阵是一次性的，但能够让我使用一次已经非常棒了。现在就去灵坛，猥琐发育什么？现在立刻马上就去报仇！我嗷嗷的叫喊着，恨不得立刻飞到灵坛去。这臭泥鳅到底在兴奋什么？他又怎么了？莫非是晋升为3阶妖兽高兴坏了？慕容婉歌一脸不可置信，眼中充满了疑惑。他看着我脸上的兴奋，感受到了那高兴的情绪。去灵坛，虽然明知道那青蛇听不到，但我还是乐呵呵的暗道一声。紧接着，我当场掉头，朝着灵坛方向迅速赶过去。虽然体型很大，但我的速度可实打实的非常快。哎，跑这么快干什么？那边是灵坛的方向，莫非这小子觉得突破了境界也能打了？看见我前往的方向，慕容婉歌心中隐隐兴奋，他觉得自己身为2阶妖兽已经非常强了，而且我更是3阶妖兽，更是稳操胜券。傻鸟，要不是有杀阵，咱俩最起码还得老实半个月1个月的。反正先把灵坛抢下来，让这虎娘们泡澡修炼，我出去打猎，一边吃妖丹，一边吸收灵气，这修炼速度不得快到起飞。我一想到这画面，自己就止不住的兴奋，这实在是太合理了。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而可怜的打工龙慕容婉歌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又要迎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又来了。呵呵，蝼蚁，上一次你们侥幸从本座手中逃窜，这一次是不是要过来投诚了？还未靠近那灵坛，远在千米之外，玄铁龟就已经感受到了那2道陌生又熟悉的气息。他自信开口，投靠他一定是最划算的决定。当然了，玄铁龟心中是这么想的，绝对不是想要把那2条血脉强大的蛟蛇圈养起来，充当自己的养料。拿命来，臭王八！还没靠近，慕容婉歌就嗷嗷的叫唤，战意昂扬，根本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感受到那充满敌意的气息，原本风轻云淡的玄铁龟面色严肃下来，脸上的写满了不耐。打什么打？回来！眼看那青蛇弹跳起步，我一把将他拽回来。看到这动作，玄铁龟不明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貌似那2条蛇变得更强了，3阶和2阶，但那也不慌，因为他可是强大的5阶妖兽，不打干什么？你怂了！慕容婉歌猛地被拽回来，瞪大双眼，鼻孔中不断的喷出白雾。他要来的时候拦着不让来，现在我主动要来了，结果到了现场又怂了，这叫什么事？哈哈哈！2个蝼蚁，妄图以3阶2阶的实力来和本座比比吗？本座都不需要费太大的力量，就能够轻松诛杀你们。玄铁龟自然是察觉到了慕容婉歌的杀意，又看到了我阻拦的动作，2阶的还在挑衅，3阶的已经怂了，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什么时候怂了？我只是想无伤速通罢了。听闻那青蛇心中的言语，我不屑一顾地笑了笑，我丝毫不着急。而那慕容婉歌却是不明所以，你不上的话，那本宫自己打。本宫打来的灵坛，凭什么让那臭王八坐享其成？他心中怒火中烧，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一招爆发，九幽冥域式魂阵。正当慕容婉歌正脱开我的束缚，准备一跃而起，和那臭王八决一死战的时候，一道流光划过天际，眼看他急忙动手，我便也不再隐瞒，心中厉声道：旋即，我身前出现一块圆形的阵盘，是为预制杀阵。一声蛟蛇嘶鸣，妖力不遗余力注入其中。嗡！巨大的噪音让我和慕容婉歌耳鸣，
旋即，那阵盘迅速放大，转变为水缸大小的阵盘，上面各种奇异诡秘的铭文和符号层层交错，看都看不懂。咔嚓，一道清脆的碎裂声音响起，那阵盘瞬间四分五裂，化作无数道碎片朝着远处四散而去。这时，阵盘它哪来的？慕容婉歌的动作被这一股异象打断，错愕瞬间看见那阵盘出现，他眨巴眨巴硕大的双眼，不敢置信，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看见了阵盘。低阶的大阵可不会被炼制成阵盘，这是何物？倒也算得上华丽，但终究是毫无杀伤力罢了。玄铁龟并未见过这种高等法器，刚开始还瞪大双眼，十分好奇这种东西是什么，但紧接着四分五裂过后，心中的好奇也随之消失。哟，猖狂！我眉头挑了挑，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轻敌。从阵盘裂开到现在也不过是短短的几秒钟，就是这一瞬间，天地暗淡无光，原本晴空万里，骄阳烈日，现如今乌云密布，雷鸣电闪，又有宝物出世。玄铁龟诧异，误以为是灵宝出世的异象，可下一秒，无数淡蓝色泛起光芒的铭文链接天地之间，一股极具压迫与寂灭的气息席卷万里。我瞪大双眼，想要将这大阵的模样记住，可能很久以后都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好东西。上古杀阵，慕容婉歌错愕，心中连连惊呼。他能够感受到其中古朴以及岁月的气息，他到底是谁？来不及去看那杀阵，他侧过头，死死地盯着我，妄图将我看穿，但我根本不搭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玄铁龟被吓了一跳，方才他察觉到有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锁定了他，那感觉就好像是他在修炼10辈子也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的存在出手要灭杀他一般。究竟是谁？玄铁龟心中无比惊慌，他眼神慌乱，巨大的身形不断地在原地转圈，环视四周诸天，并未发现什么存在。又是瞬间，那空中再次浮现出层层叠嶂的黑云，其中黑影攒动，毁灭气息从中流传出来，好像是天地之间有10万天兵天将腾云驾雾出现一般。不对，不是天兵天将，是阴曹地府的阴兵鬼将。无数鬼影浮现于天际，天地之间的符文上流转着死亡的气息，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出现。砰！玄铁龟被那威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巨大的压力直接迫使他趴在地上，不得动弹。此刻，这个臭王八甚至都无法开口说话，只留下一双灵动活跃的惊恐眼神。天地间再次出现数不清的玄黑铁链，一头链接天幕，另一头链接阴曹地府。黑烟不断从铁链中翻腾而出，浓郁至极。一时间，位于这杀阵之中的所有生灵全都匍匐在地，展示着自己的臣服之心，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死！一道犹如判官的审判声音出现，瞬间动彻天地之间，不断泛起回响。一道虚影悬浮天地之间，宛若法相一般，手中捧着生死簿，攥着黑笔，对着那大王八遥遥一指。数不尽的黑雾从那笔尖喷射而出，直奔那玄铁龟而去。一刹那，黑雾就已经接触那大王八，直入印堂，钻入体内。玄铁龟感受到巨大的痛苦从脑海之中传来，宛若灵魂被撕扯一样。九幽冥域是魂阵，顾名思义，那就是吞噬灵魂的上古杀阵。还没几秒，玄铁龟双眼变得呆滞，紧闭嘴巴，不再发出一句话。下一秒，他缓缓闭上宛若灯塔一般的双眼，彻底死去。大量黑雾从中散去，随风而逝，回归天地之间。这杀阵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在玄铁龟灵魂被吞噬之后，天地间仿佛刮起一阵微风，天空之中的各种异象不堪一击，被一股微风吹散，化作灰烬，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从阵盘祭出到现在，也不过是匆匆1-2分钟的时间。若不是玄铁龟巨大的尸体就摆在我和慕容婉歌面前，我根本不会相信竟然有如此杀阵存在。上古杀阵，恐怖如斯，我喉咙处滚动，忍不住咽了咽唾沫。这一刻，我比谁都无比渴望修炼，于是我将直勾勾充满欲望的双眼看向身旁青蛇。当然了，是修炼的欲望。这白蛇到底是谁？竟然还拥有上古杀阵？本宫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这位转世重修的大能，他到底还有多少种本宫不知道的手段存在？慕容婉歌心中无比震惊，瞪大双眼，脑海中一片死寂。他只想知道我到底是谁，却忽略了我明晃晃而又直勾勾的眼神。不行，从今天起，本宫得跟他打好关系，日后杀回那33重天，多一个帮手自然是非常不错的。慕容婉歌眼眸之中明灭不定，脑海中疯狂运转，他要和我打好关系。我明显还能拿出上古杀阵的阵盘，定然不是重生者，一定是转世重修的强者，甚至还有可能巅峰时期比他还要强大，因为他自己都没有转世重修的能力，重生也只是机缘巧合之下的事情。日后恢复修为，定然能够成为他的一大助力。况且我对待他的态度明显还算是不错，若是他也主动一些，这关系必定能够快速升温。尤其是他知道我白蛇是转世重修的大能，而他认为我却不知道他也是重生者，以懵懂无知的态度去对我好，自然而然能够大幅度提升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龙族女帝的大脑不愧是大帝的脑子，运转起来就是快，看似他自己的头脑风暴，殊不知我早就将其内心的想法窥探得明明白白。哟呵，主动跟我打好关系，这下真成为自动挡了，这都不需要我动就行了。说实话，我是真的好奇龙娘到底是怎样的。不知不觉之间，原本纯洁的正人君子的我已经被蛇性本淫的本性所侵蚀。不过有点爱好那岂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就好点色怎么了？而慕容婉歌却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于态度都变得积极起来。算了，先不去想那些了，先去看看那臭王八有没有什么好东西。不管他要不要，本宫必须得先把东西推给他，让他先用。慕容婉歌心中浮现出来一个好想法，他目光坚定地朝着那死尸游走而去。好在九幽冥域是魂阵只是魂，并没有把玄铁龟的本体摧毁，以至于妖丹和肉身都存在。这磅礴的气血能量，单是嗅一口就让我沉醉了。王八本是大补之物，再加上这可是5阶妖兽的肉身，那不得相迷糊了。刚刚靠近玄铁龟，我脸上就不由得露出沉醉的表情，甚至很想将其吞噬进肚子里面，只可惜很大，难以吞服下去。若是强行吞服，势必会让我的肚子撑破。这玄铁龟的妖丹，给他吧。
有他在，本宫至少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如果连他都被击败，本宫更是毫无生存的可能性。先把修炼资源挤出来给他，本宫日后的修炼资源一定不会少。我心中全是对于那血肉的渴望，而慕容婉歌想的却是打好关系，净玩些心眼子。他敏锐地察觉到我渴望的眼神，主动退后几步，环绕四周，冷冽的杀气缓缓弥漫，朝着四方蔓延。他要为我护法，纵使我进阶和他一样慢，这远超2阶修为的血肉，妖丹最次也得让3阶的修为突破到4阶，这庞大的能量可不是吹的。正当慕容婉歌准备闭上双眼，仔细探查周围气息的时候，我凑过来点了点头，将自己的头颅朝着那玄铁龟尸体扬了扬，示意他吞服。他刚才不是很渴望吗？本宫看他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怎么现在还要给本宫吃？慕容婉歌心中诧异惊讶，她是第一次看到我露出渴望的表情，可我还是没吃。回头看去，面前的一幕让她瞠目结舌，彻底愣在原地。只见原本庞大无比的玄铁龟已经被分尸成了无数块碎尸，骨肉分离，甚至于内脏都给我处理好了。巨大的龟壳被抛洒在地面上，留作日后另作他用。这白蛇竟然帮助本宫将那玄铁龟撕裂了。他怎么对本宫这么好？这一次，慕容婉歌对于我的称呼不再是臭泥鳅，也不是小泥鳅，而是白蛇。她眼中满是感动，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语塞了。叮，系统检测到慕容婉歌发生心态变化，好感度上升15点。现如今，慕容婉歌对于宿主的好感度为35点，我超爱15点，足足15点。我也被震惊了，没想到自己只是分尸一下，就让对方对自己如此心动。我现在身为3阶妖兽，已经有了妖力出体的能力，给玄铁龟分散肉块就是用的妖力切割。不行，或许他的意思是让本宫和他一起吃，算了吧，本宫不需要，还是让他吃吧。慕容婉歌心中暗叹一声，摇了摇头，自己又给自己脑补了一个可能性。他拒绝了我的邀请，并且调转身子，不再去看那美味的肉块，只是血腥的味道到了他的鼻子中，却是显得异常诱人。他何尝不想吃一口呢？咕咚，明显的咽口水声音。而看见他不吃还流口水，我主动叼来一块血肉，将其放在他面前，示意他吞服下去。小样，哥这绅士的样子弥不死你，可别这么快沦陷，我还没玩够呢。我的心情很是不错，这变态妞找到了自己的良心，知道感恩了，这就很妙。本宫好为难啊！明明本宫是想让他吃的。慕容婉歌声音迟疑，很是犹豫，抬起头撞到我明晃晃而又诚挚的眼神，她终于不再压制自己的食欲，叼起肉块朝着空中一抛，旋即张大嘴巴咽下。不对，这样子是不是不太淑女了？本宫也得注意一点形象。咽下一块肉之后，慕容婉歌竟然开始在我面前顾及形象，或许是认为自己身为雌性，就该绽放出雌性的光芒。我假装没听到，实际上心里都快乐开花了。我用尾巴抓着它，带着它到了玄铁龟尸体的位置，让其大快朵颐。本宫推脱了的，是他非要本宫吃的。慕容婉歌声音中竟然还有一丝委屈，就好像是我做了什么坏事一样。不管了，这是他让本宫吃的，本宫就只好勉为其难的吃下这些粗鲁的肉食好了。慕容婉歌咽了咽口水，依旧高高抬起自己的头颅，很是高傲，实际上语气却是无与伦比的傲娇。我对他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吃了，真墨迹！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吃完玄铁龟，我的肉身肯定能再强大几分。至于5阶妖兽的妖丹，想都不用想，吃了铁定4阶。正当这时候，周围刷刷一片树叶摩擦声音响起，上百头妖兽从中走出来，其中有80多头1阶妖兽，10几头2阶妖兽，2、3头3阶妖兽，再高的根本没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应有尽有，貌似是之前玄铁龟的小弟。不清楚对方来意，我打起警惕，眯起双眼做好战斗准备。奇了怪了，刚才那一项应该不只是我们3个看见了吧？他们怎么一点也不害怕？我心中甚是疑惑，但根本不把这100余头妖兽放在眼中。现在的我可是3阶妖兽，硬刚4阶也不在话下，这些里面一个4阶的妖兽也没有，打起来那简直是太轻松了，打宝宝似的。嗷呜！突然，所有妖兽匍匐在地，异口同声地发出臣服的声音。老虎躺在地上，露出肚皮，露出自己最薄弱的地方，展示着自己的忠心。各种鹰损落在地上，张开双翼匍匐在地。当鸟类失去了天空，那战斗力绝对下降80%。各式各样的妖兽用自己种族的规矩来表明着自己的臣服之心。看到这一幕，我明白了什么意思。明白了，看见玄铁龟被我秒杀，开始拜码头了。不过，我该不该收下这些小弟？我陷入了深思之中，这是个有点难以决断的问题。但思来想去之后，我还是选择了接纳这些小弟，因为他们的妖丹实在是不能给我和慕容婉歌带来多大的用处。有这些小弟跟着，也好掌控整片密林。更何况，一旦动手，很可能就是跟整个密林作对。虽然不怕，但大象也烦蚊子。我表面上威仪堂堂，心中却是暗自窃喜，轻轻地点了点头，吐出充满寒气的气息。嘶鸣声音毫无敌意，是接受小弟的信号。哦，咕咕咕，哩！新的王者接受了他们，一时间激动无比。所有妖兽都在庆幸自己不必逃窜对方的捕杀，什么阵法阵盘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玄铁龟是面前的青蛇和我一起灭杀的。当时他们连呼吸都困难，更别提挣扎了。臣服只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苦修不易，我也成老大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成为这一片的统治者了？第一次当老大的我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还没等我多想，各种各样的东西被妖兽们推了过来，堆积在一起，其中有大量百年药材，各式各样的珠宝、黄金，散发着各种颜色的宝石，
这是给我上供吗？挺好，很不错，有心了。我面色满意地点了点头。按道这些小子很是懂事，很会办事吗？不过我并未全部拿走，只是挑选了一些药材拿走，只取自己需要的，剩下的全当是收买妖心了。哦，一看那白蛇非常的仁慈，拿走了几味药材之后，剩下的示意他们拿回去时候，所有妖兽更兴奋了。现在的大王是个好蛇。哎，别激动，跟着本大王混，有我一口肉，就有你们一口屎。我得意洋洋，就像是少帅一样春风得意。正当我准备巡视一圈，混个眼熟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哥，妖丹给白蛇吃。慕容婉哥面部表情一如既往的宛若高山般高冷，却是不合时宜的打了个饱嗝。他吃饱了，十分满足的心中暗道，甚至吃的有点撑，话都说不利索了，还给我吃啊！我看见他久久不动妖丹，我也懒得推让了，直接接过妖丹放到他嘴边，点头示意张嘴。他这是要亲自喂本宫吃东西吗？本宫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娘西痞，不吃就不吃，本宫自己吃。慕容婉哥错愕一瞬，旋即脑海中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娇愤的一口将那妖丹吞服。变态妞，还好意思说我？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脑子里想的不健康。我咂嘴，表情很复杂，我都不敢去想象两条蛇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实在是太辣眼睛了。而他想起来却是会娇羞，不对，本宫还是2阶妖兽，这是5阶妖兽的妖丹，坏了，本宫要被撑死了。当他从娇愤中抽出大脑，准备运转功法修炼的时候，终于想到了这个致命的问题。5阶妖丹，那所蕴含的妖力是庞大而又精锐的。一刹那，慕容婉哥体内功法急速运转，试图将那一大股力量吞噬殆尽，让其成为自己体内的养料。可那股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慕容婉哥被撑得满地打滚，青蛇也变成了红色的蛇，表皮都红透了，就像是被煮熟的大虾一样鲜红。这下糟了！看到这一幕，我心中一惊，来不及继续吐槽，我妖力缓缓透过他血管，开始在体内循环，将狂躁的5阶妖力抚慰平整，让那股横冲直撞、非常暴躁的妖力转化为温和的养料。妖丹中还蕴含着玄铁龟的凶性，但好在这股丧家之犬在我的安抚下变为温和的属性。现在我先带着它修炼，尽可能的让这变态妞吸收更多的妖力，不吃白瞎了。我自己的妖力牵引着慕容婉哥体内的妖力，按照周天开始运转起来。在途中，大量的妖力被青蛇的身体吸收，修为一步步攀升增强。2阶中期、2阶后期、2阶巅峰、3阶初期、3阶中期、3阶后期，本宫3阶了。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慕容婉哥心中惊呼一声，情绪上非常的激动。5阶妖兽的妖丹差点撑死他，但也让他真真正正的成就了3阶后期的妖兽。还没等他稳定下来心情，一旁的我身上同样传来妖力波动的气息。四阶了，还在上升，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到底是哪位大能的转世？慕容婉哥激动的心情还没过多久就被这一幕碾碎。他虽然很好奇，但心中同时升起来了一抹浓浓的胜负欲。我身上的气息不断攀升，3阶后期、4阶初期、4阶中期，最终境界停留在4阶后期才堪堪停下，气息更为雄浑浓厚。但是看一眼就能知道我强的可怕。我下意识开口说话，却被喉中横骨挡住。看样子我能够开始炼化横骨了，只要炼化了横骨，我就能够开口说话了，不至于让我憋死。我心中细细盘算，总算是有出头日了。这么久不和人交流说话，那感觉太憋得慌了。他4阶了，明明没有服用什么妖丹和资源，但修炼的速度就是比本宫快。莫非他是一个修炼杀戮的，以杀戮为道，每杀一生灵，吸收其血气和培养杀意就能突破？慕容婉哥心中疑惑，又开始继续脑补幻想。每一次的晋升几乎都是在杀敌之后，就像是吸收了什么一样。但他敢保证的是，我明明什么都没有服用下去，可就是突破了，可能就是杀戮一类的大能。这虎妞又开始寻思这个寻摸那个了。等等，我感觉我好像能起飞了。我感觉身体轻盈，相比往日更加的轻盈。我意念一动，体内妖力同时运转发作，下一秒，我这条巨大的云穹蛟竟然真的能够升空飞行了。还可以，只能进行短暂的飞行，但也不错了，可以了。或许5、6阶就能飞得更久了吧。翱翔天际之中，我心中不断惊呼我超。第一次的飞行让我有些无从适应，身体上传来的感官就像是在走路，但双眼的感觉却是让我陌生，还得要勤加练习。4阶就能御空飞行了，果然一定是转世重修的。若非转世重修，4阶怎么可以学会御空飞行？最起码也得5阶才行，天赋异禀啊！慕容婉哥能理解这样，等他到了4阶也能飞行，换算成人类的境界大概金丹期的样子。而在我落地之时，又有了新的发现，现如今又是可以短暂的御空飞行，还可以炼化横骨。看样子1到3阶是个大境界，如此推断的话，那么4到6阶便又是个大境界，以此类推，7到9阶也是个大境界。先炼化横骨吧，看看能不能早日开口说话。至于那变态妞，赶紧去修炼。我落地之后，带着慕容婉哥返回了灵坛之中。我则是不吸收灵气，专心致志地用妖力去磨那喉咙之中的一块横骨，为的是能够开口说话。人族下界境界应该是引灵、助元、仙姬3个大境界，其中分为前中后3期小境界，每一小境界便对应妖族3阶境界，应当是助元方可短暂御空飞行。身为蛇类，先天不能飞行，还要拖到4阶方可御空。但本宫此时此刻要还是龙族原形就好了，不用修炼，出生起便能腾云驾雾，御空飞行。慕容婉哥看着我落地而又头也不回地前往灵坛，他心中竟然有些羡慕。身为龙族的心理，他实在是难以接受自己跟条蛆虫似的在地上爬来爬去。扑通，不管了，老娘要努力修炼。
距离四阶不远了，本宫势必要早日踏入四阶。慕容婉歌咬了咬牙，眉眼间满是坚定的信念。他一跃而起，深深地钻入灵坛之中，疯狂地吸收其中充沛的灵气，开始修炼，试图快速进阶到四阶。看到这一幕，我心中很是满意。不错不错，不愧是天生牛马圣体，我还没有出手，便已经给自己抽鞭子套橛子，不亚于给自己买杯咖啡喝，自己出钱换键盘鼠标。当然了，不是我懒，要怪也只能怪系统不给，反正不是我的问题，那我也要加快炼化恒古的速度。趁着他还不能说话，我赶紧多说2句话，憋死他，急死他。我坏笑一声，便开始聚集体内妖力，全力以赴，进度很快。当然了，4阶之前当然去磨恒古，但是恒古坚硬，消耗的妖力巨大，非4阶的妖力不足以支撑。我的妖丹已经足足有人头大小了，里面的妖力宛若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湖一般宽阔。不过没什么用，现在我又不会什么法术，妖族本身就是靠着强横的肉身作战，法术的不着急。寄生慕容婉歌其实挺好的。当密林中百头妖兽见我们2位强者进入灵坛修炼之后，这才乌泱泱的四散而开，只剩下我们在灵坛中各自干自己的事情，日夜交替，斗转星移。又是好些时日过去，我总于愣害口说法了，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许久不说话，我一时之间还有些说不出话来，说出来的字眼也是非常的生硬。什么动静？正在修炼之中的慕容婉歌被一道声音吵醒，没听清，但好像是在说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的事情。等等，这小泥鳅4阶了，应该是炼化了恒古，开口说话了。慕容婉歌仔细想了想，的确是这么个事，很合理。你好，我撇过头，对着身旁的青蛇打出久违的招呼。这小泥鳅是在跟本宫打招呼吗？竟然这么有礼貌。慕容婉歌挑了挑眉毛，但是没开口说话，这是她该做的。本宫身为女帝，怎么可能主动打招呼呢？她心中美美的哼了一声，心情很是愉悦，还算是懂事，还算这小泥鳅懂事。慕容婉歌表面上扬起头颅，不低下，很是高冷，心中的语气依旧是那副傲娇的模样。她娇哼一声，很是满意。家人们谁懂啊？这句话是我心中暗道的，并没有说出来。我叫许金龙，你好。我假装没有听到他的心里话，自顾自地展开自我介绍。许金龙，本宫记住了，但你在本宫这里依旧是小泥鳅。慕容婉歌表面上高冷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听懂了，心中的语气依旧是那副傲娇的模样。她娇哼一声，很是满意，希望从今以后你我好好相处，互帮互助，共筑大道。我并没有提开房间单挑的事情，而是非常的有边界感，有距离。既然是你提出来的，那本宫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好了。虽然本宫实力差一点，但日后的上限非常高，教好本宫对你没有坏处。虽然知道我听不到自己说的话，但慕容婉歌还是心中默默回复了我，并且点头示意明白。真高冷啊！我心中感叹一声。可就在这时候，数道气息从远方急速而来。师兄，这里应该就是密林了吧？算算时间，那灵宝经过100年孵化，这几日应该就是诞生的时间了。天空之上，几个身着道袍的人前后御剑而行。是啊，当年还是我师叔发现了这处宝地，其中孕育了灵宝，只是当初还需要100年时间发育，便也没有再来。但是前2年路过此方密林，我感受到了充沛灵气，肯定是那宝物带动的灵气。为首的一位中年男子轻抚耳鬓长发，面色自带高高在上的笑容。师父说的是，只是可惜师祖早些年仙逝，不然也能延寿100年。其余也有3个人，越是靠前，年龄和修为便越是强大。带头的中年修士修为更是强大，一把长剑便能携带足足3个人一同乘坐。走吧，先赶紧去看看那灵宝还有多久能够出世。为首的中年人眼神中闪过一丝惋惜，旋即便更为浓浓的沉稳。长剑巨大，自空中划出一道光芒，流光溢彩，万分耀眼。4个人，除了他这位带队长老，其余的3人，一位是外门长老，2个内门弟子。此番前来不只是寻找宝物，更是为了在这里带着弟子们过来磨练一番。上次路过，他察觉到了其中最为强大的也不过是5阶妖兽，虽然不一定打得过，但那5阶妖兽可留不下他们4个人。对了，师傅，1个月之后千年灵药出世，我们要不要过去参与一下？就算是拿不下来，也要去见识见识其他宗门天骄的伟力。其中大弟子突然发问，很是尊敬。这个啊，回头为师给你们2个要2个名额，过去观摩一下就行了。参赛天骄无疑不是引灵后期巅峰，又或者是驻元前期的高手，你们2个实力也只够陪跑，看看就行了。那内门长老轻笑一声，对此并不挂在心上。宗门中自有真传弟子出手，虽然说他们很强，但也不要灰心。你们2个虽说比不得天骄，但也算得上是宗门中中流砥柱的人才。20岁出头便已经达到了引灵中期，日后突破到驻元指日可待，成就长老之位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顿了顿，内门长老又补充道，生怕弟子们道心破碎，多谢师傅，我等定努力修炼，不辜负师傅的期望。2个弟子眼中闪过一丝欣喜，很渴望能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天骄出手，见识到自己的平凡，何尝不是一种进步？而这一切悉数落到了我耳中，本是蛟蛇，肉身视觉听力非常强悍，纵使隔着数百米，也同样听得一清二楚。千年灵药有点意思，我得去抓一个回来，问问怎么个事。很显然，我动心了，能让慕容婉歌和我血脉晋升的灵宝，也只不过是一个100年灵药，而那千年灵药，我都不敢想象有多强。拿到了那岂不是大赚特赚？慕容婉歌依旧在灵坛之中修炼，我独自一人浮出水面，落在地上，隐匿气息，将自己伪装成一条3阶妖兽，试图让其放松警惕。方才那中年老头说要来灵坛看看灵宝，我只需要在这里等候就是了。还没等我多待几分钟，几十秒的时间，那4个人族修士悉数到来。